群里180个人说你不好，180个人，群里180个人说我不好，是不是我的黑粉群呢？啊，你们还有这么花心思建一个黑粉群呢？不是，群里180个人说我不好，那成堆儿了，这是啊。我接了个电话啊，送货的。还有组织的呢。对呀，180个人说我不好，群里有180个人说你不好，难道他们无中生有？他们180个人都像你一样窝过脸吗？是不是那个聚会的那帮那个烤虾的，是你们把那个池塘的那个虾都包了？可能有倭瓜脸跟那个僵尸脸。啊，180个人都有谁呀？其中有一个你的大号。我真没骗你，他们说的你才看见的。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什么时候激动了？我给你机会让你连线，完了你说我激动，你到底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啊，180个人都有谁呀？这180个人还好吗？对呀，你别示弱呀，你这是黑我，你要有勇气啊，你要鼓励你，对呀，上线你又不上线，你这是。你别怂啊！没有绑定手机号，没办法连。哎呦我的天，那你是没手机吗？你连个手机号你都没有，你怕绑定是干什么呀？啊？哼！你连一下，你绑定一下，你能死吗？啊？算盘打到脸，是。不能绑定手机，拉黑了。你爱信不信，敢不敢打赌？我到底要多迁就你呀？我还关注你，啊！我到底要多迁就你呀？你到底是干啥的呀？你别要求我了。给你机会跟我连线，你又不连，啊！我这是他今晚的目的吗？大号都没手机号，这黑子一点都不专业。能不能滚出去？这证明你确实连不了。截图发给我，哎呀，你赶紧歇着吧，生姜先生。就是有一天，如果说你能连线的时候，欢迎你来连线，我也不拉黑你，好不好？哎，这个大家记住了，生姜先生，希望你这段时间用各种小号搜集证据，搜集我的黑料、历史之类的。然后呢，我这个连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好不好？哎，鼓励你成长一些，哎，加油吧！争取把你的大号练成真的大号，把那个虾呀、河呀、那些车呀删一删，不高级，加油吧，就是真的做成一个名媛，然后就是说这个去抨击别人，对不对？你说话你要有信服力，你现在你啥也不是，你跟龙二一起拍剧，为什么没有人讨厌他，你却一大堆？你没数吗？有没有人讨厌他这个事儿吧？他知道，我不知道，能明白吗？能明白吗？就是你这个逻辑性我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回答你。
龙二他有没有黑粉儿，他本人知道，我们是不知道的。啊，就像我直播，我知道我有黑粉儿，对不对？那别人知不知道我有黑粉儿，别人也不知道。啊，就是我怎么跟你解释呢？你的逻辑性，你这个思想能力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他不懂。啊，就我们做任何自媒体也好，明星也好，啊，主播也好，都会有黑粉儿。啊，你看不到不代表就是说他没有。啊，有本事叫你粉丝网暴我，不是我粉丝网暴你有什么意义？就像你网暴我，你是有意义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可能比较大家知道我，所以说网暴我可能有一些认同感。你是个倭瓜脸，网暴你有什么意义？一个倭瓜脸，菜园子就能看见的。你就在广州，你在广州这个城市为你而耻辱啊！这人小。你说我的粉丝网暴你干什么呀？你要粉丝没粉丝，要知名度没知名度，要成就没成就，要长相没长相，网暴你有任何意义吗？啊？网吧看都没人看，浪费时间。你又不靠流量吃饭，是啊，你不靠流量吃饭，你为什么让我们网暴你呢？你什么意义呢？啊，你什么意义呀？你以为你是周明磊，你已经老奶奶了，不是？你一直在揪着周明磊，起码我有这个角色被你记住了。相反你呢？你有什么呀？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什么成就让我们去黑你？就你能不能就说出来你的优点，让我们去黑你啊？就是倭瓜脸，倭瓜脸值得黑啊！还说什么我们网暴你了怎么样？一直都是你这个人比较极端，然后在我的直播间里乱叫，所以我们骂你算是网暴你了。你不要就是说网暴是什么意思？网暴啊，网暴是属于就是说你有什么流量了，完了我们去黑你、网暴你之类的。跟你聊这么多，浪费你的时间，你踩狗屎运了。不是你怎么说你是狗屎呢？我是踩了你，你不要自己骂自己，你不要就是说自残啊！你看你这开始又骂自己了，你骂完我，你骂自己。他破防了。啊爹！我没有踩你充电器呢？充上电呢？真的是太奇怪了。你是反义词，什么？是我的反义词，不是，是我的反义词就是你，对不对？怎么你在跟我玩什么？哎，无效魔法攻击无效，哎，反弹是玩这套吗？是干什么？什么反义词？又来说反义词，你知道吗？就是，哎，那个反弹无效，你在聊什么？这是精神病好像，啊，叫你的时候不要喊了，我很淡定。你破防什么？没有人管你破没破防，也没有人问你破没破防，我们也没关心你破没破防。你在自己就是为什么一直在证明一些东西，我们都没关注这些东西。啊，什么啊？我又没破防，怎么的？谁在乎啊？我们压根都没关注到你破没破防，啊。真的就是你在干什么？你能不能就是说提高一下自己吧啊？你白头发是事实吧？啊，是事实没错，怎么了？不是事实吗？是事实啊，我老是事实，是我老是事实，怎么了？你爹老不老？你爹是10岁吗？
啊，你爸爸10岁吗？他没底。啊，你爸爸老了，你说他老没问题啊，对不对？那没有人老吗？你觉得你会一直活下去吗？你也会死啊！啊，我老了又怎样？老了你爸老了不还生了你养了你了吗？老又不是个罪过，对不对？啊，老怎么了？全世界的老人惹你了？啊，没说你父母一码归一码，素质，你一个黑粉，你在跟我讲素质？啊，我就是举个例子，我又没说你爹，对不对？我是说我跟你爸一个岁数，我又没说我是你爸，你爸也会老啊，对不对？你爸会不会老？我就问一下，我就在说一个很现实的东西，你在干什么？这扯到什么素质了吗？你可能比较年轻，完了我老，那我只能去讲你爸，因为你爸也老啊。你旁边那个胖子说的，你问问他有没有说你旁边的胖子说的啊？我旁边胖子说的，那怎么了？他童言无忌，他才24岁啊。他爸是 gay。再说他是他，我是我管不了他。啊，我旁边的胖子说了，怎么了？胖也有罪呀、这人真无聊。该我上场了吗？旁边胖子说，人家咋不说别人呢，就说你，你还是你惹了众怒了。你看评论区里都说你，那你挨个去喷吧，你怎么就逮住旁边这个胖子了呢？啊，这么多说你的，那个阿发也在说你，任何人都在说你，你考虑考虑为什么别人说你？好，他爸爸没了，他爸没了，我当他爸爸也行啊，啊，可以的呀，没问题的呀，啊，他爸爸你说他爸爸没了，完了那个他爸爸就没了，你是干啥的呀？你是编剧吗？左摇右手，你又不敢一直重复老什么的。你真的你活着就是说你提高一下自己，还是那句话啊。你是说？你看这评论区里怎么都在骂你啊？你能不能看到评论区里？有本事别拉黑你，我怎么那么听你的话呢？你明天你就换真正的大号来吗？哎呀，来吧，拉黑吧，再见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给过他机会了，今天咱们给他脸了。他一开始就是说喷我，然后现在又开始骂自己，然后现在就是物以类聚，对不对？那你说这么多人都帮我，那你怎么回事呢？看不惯你，明天你肯定绑手机号，你今天是没废了吗？你明天绑手机号，你今天是没废了吗？啊，证明我说的是事实，我他妈给你机会了，你他妈都不说，我还给你什么机会呀？就这样拜拜。谁跟你就这样啊？你以为你谁呀？好了，不说了，拜拜。你以为你谁呀？拉黑我就说事实，哎，今天我还就拉黑你了，你看是不是事实？哎，我还真拉黑了，是不是事实？我就说是不是事实？就因为一个生姜说的就是事实。我直播，别吵。我直播从15年一直到现在，已经15年到现在有8、9年的时间了，包括这8、9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持续的直播，一直在拍剧，一直在写歌，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什么黑料，早就出现了。
因为架不住我就是总活跃在这个大家视线里啊，总活跃在大家视线里。如果说大家有黑料啊，可以爆出来，我听听有多稀奇。而且我就希望就是说，就是那些黑我的人，你们的造谣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可信度，只要稍微有一点可信度，我都觉得有意思啊！你造谣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说什么，我从出道一直到现在什么什么那个跟什么谁谁谁睡了之类的，啊，这个造谣的一点都不切实际啊！这么长时间，谁他妈也睡不了我啊！这个叫哥家宝贝的上海人啊，小大夫好像说他以前脚踏两只船，这个我证明可能是有。谁爆料的呀？什么时候啊？我证明你当时，我说实在话，你当时你的一些朋友就跟我说过，你朋友谁呀？对，你朋友就跟我说过，长沙哦，对呀，长沙不就是前任吗？不是前任，也可能前任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就是针对这个事儿会装什么啊？这前任他出轨的事情，他怎么不讲一讲呢？说我脚踏两条船，来，他偷吃被我发现了3-4次，他好意思讲这些话，跟我爆料，要不要我爆料他的料？真的是他好意思说我脚踏两条船，你就提一下，好意思说我半夜给他打电话，然后呢他半夜在酒店里面，他跟我说他在外面，然后呢他骑单车背着他爸，这些好意思吗？他跟我讲这些黑料。破防了吗你？不是我破防了，不是的，我有什么黑料？就是他怎么有，就是分手了，就是还有这样子去黑我嘛？我觉得要脸吗？就是我觉得这种人，不，咱们就索性就是说，借着这个事儿，咱们就深挖一下你的一些黑料吧。就是我跟大家这么说啊，就其实我跟小大夫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是问过，我说你跟你对象分了吗？他说早就分了，啊，然后当时我其实就有点质疑，我觉得没有早就分，他俩呢可能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冷的处理，可能就没有说的特别清楚，没有正式的分手，对吧？不是说分了，然后呢他就不是很同意，但是呢我就好，那你就别废话了，那就说明就是什么，他跟那个他前任说分手，结果呢他前任不想分，但是呢他坚决的分了。他这个人说话很奇怪，你看他一直在说我好，但是他不认识我的前任，他又知道是谁，你这你的话不就是有毛病吗？不是，你别。我就给大家讲那个他一直说我好，那我说的什么之类的。他一直说我好，我说过他啥了吗？你别破防，你能不能稳住了？我哪有破防？我只是要稍微我要澄清事实。你听我说，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说他前任，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早就分了，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因为我俩一直那个时候就认识。但是也没有怎么着啊，就是一直都是我就是言语上有点也不算是聊骚，就是爱逗他。我言语上逗他，他呢就是一直都没说什么啊。后来呢，就是有一天那个我就逗他，然后他就反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哎，什么时候可以那个。什么时候可以那啥你？他说啊，那个来我家之类的，就反正就大概说了这么一句话。完了，我说那你跟你对象分了吗？他说早就分了。
早就分。然后但是你看我俩那个时候认识挺长时间了，你别看这个评论，你别打断我。然后那个就是他就突然说早就分了，我说那你早就分了，我不知道啊，因为他也没跟我说他早就分了。结果后来我俩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也没着急在一起，后来只不过就是我喝多了，然后就是耍酒疯，然后第二天我就觉得我应该负起这个一的责任，然后不是啊，但是你这些事情就是我都已经跟前任已经分完了，是发生之后的事情、啊。但是你听我讲完嘛，然后那个第二天我就官宣了跟他在一起。结果我俩在一起之后呢，有一天我自己在我自己酒吧里边，然后就有人加我微信。那时候还没在一起。你别打断，你打断什么呀？我在讲我的故事，你打断什么？你心虚什么？不是那个你时间就是有人就加我微信，然后我就说那个我就不知道是谁，完了我一看是那个湖南长沙的，大概的那个地址是湖南长沙。湖南长沙，然后紧接着我有一个员工就说老板那个谁要加你微信，然后那个我就把你的微信推给他了，然后就说你不介意吧，因为我的老板嘛，不是我的那个员工嘛，他管我叫老板，我说没事儿，然后就加了以后，我就点同意了，点完同意，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俩正在车着呢。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就是长沙，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我就说，小大夫这是不是你前任呢？然后小大夫看了一眼，他紧接着他就没经过我的同意，我就拿手机我说小大夫这是不是你前任呢？这谁呀加我？然后小大夫看了一眼就说，然后紧接着就二话不说就删了，就把这个微信删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他是怕我知道什么，他直接就删了，他直接就删了，我说你删了干嘛呀？好像那个是不是我怕了似的？你删了你，如果说我说是不是你前任？他说是，我说那你删了，好像你前任就是觉得我怕了什么的，而且你说清楚啊，没有。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也很蠢，反正就删了呀，删了之后，然后我其实就一直都觉得这个挺奇怪的，结果又过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有一个酒吧里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朋友带过来的，带过来之后，然后我就跟他喝酒，然后他说其实我认识那个小明，对，是他。谁呀？别管了，你听我说。谁呀？你老打断干什么？你心虚什么呀？谁呀？谁认识我？我哪知道是谁呀？有个小孩儿，完了那个就是那个跟我喝酒聊天，然后他说，其实我认识小明，完了我也就是认识，就我是他们的好朋友，然后跟他前任，然后我确实觉得小明做的不地道，就这件事情小明做的不地道，就说小大夫做的不地道。完了我说怎么个事儿呢？因为我其实我就觉得说，无论是怎么样，你作为旁观者的话，你不要去点评我们3个人的事儿。但是这个人吧，就是说的挺上头的，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怎么回事呢？他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小明没有分干净的时候就跟我在一起了，就说小大夫嘛，就是小大夫那个没分干净的时候跟我在一起了。我就笑了，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到底是分没分干净，我也不清楚，我也不了解，而且我也不关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边得到的消息是分了而且我作为我来讲话，我不是第三者。至于小大夫处理成什么样，我觉得是从现在一开始我完全相信小大夫。到现在其实经历了一些事儿，我觉得小大夫确实年轻，不太会处理这些事儿，而且有的时候单方面的就会只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对别人来讲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完全。所以可能他前任也好，包括他前任的朋友也好，可能就单方面就会觉得说，小大夫其实他处理的就是没处理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不祝福之类的，或者说不愉快，我觉得都能理解。
啊，都能理解。对，分了就是分了，有啥分不干净的？有的人他不想跟你分，就好比就是说，他就像离婚一样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个我想跟你分手，但是他不同意分呢，啊，他不同意分，然后这方面已经没有，就想跟他分，又不同意分，对不对？那他就像婚姻一样。来，小大夫来解释。道听途说，没事儿，咱们就是给他解释的时间，因为这个其实我也一直有在想。明明就是他同意了，你知道吗？其实讲完了，都说了分开了的。那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偷吃，然后呢，我都说了，就是11月的时候就说分开，有1个多月了，然后后面呢他又说不肯分了，然后呢莫名其妙的，然后又跑回来了，然后我说不行，我说都已经答应分了的。啊，就是已经分了。你听别人说，那你是听朋友说的，那还不是从他嘴里面说出来的，那跟他说的有什么区别？不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俩一开始就是因为他一些行径，或者说你俩在一起没有什么互相好感，然后就决定分了。然后他其实严格意义上他也不想分，但是他确实觉得自己做错了，然后他想跟你分了。分了之后他又舍不得，然后又回头又找你了，对不对？不是，一开始是11月的时候是我先说分开的，然后后面就一直就是，你要说你就说的明白一点，你就说了半拉客气的，人家就，我就觉得跟他交流就是很费劲。你激动什么？你急什么？你急？不是啊，你这好像就是说你到底想不想说呢？给你解释的机会你又不说，你理亏还是怎么着啊？我不理亏。那你又说不是他说的，那你明明就是认识他呀。你又说不是他说的。他不就不正面？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很不正面回应一些东西啊。很奇怪，你看现在又不说了，不说了还不知道。奇怪，说啥呀？他说的反正都分了，还有啥讲的？过去都过去了，我觉得所有的事儿都可以拿出来说。你比如说，有的人说那个什么啊，我什么跟有钱人在一起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被有钱人睡了之类的，你这种事儿都造谣。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有钱人在我面前也是，就是他们没有尊严，就是啊，就是你们要知道我的性格，就是我身边无论说有多有钱的人都就是搞不定我，因为我的个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就是那些有钱人什么因为钱就能把我拿下，这种太扯了，太扯了。就无论你就是说你们从哪儿听到的这些狗屎的话，你让他们就是当事人来跟我对证啊，谁说的，参与者都有谁啊，咱们一一的说明啊，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刚的啊，你太强势了，你要改，我不强势，那我不就被睡了吗？我不强势。那我不强势，我不就被睡了吗？我现在我说话就不会这么硬气啊，对吧？对啊，你这到底是强势好还是不强势好，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求我要求的也太奇怪了，啊！分了还说前任干嘛啊？看不出那么一眼，就是。因为我们是演电视剧啊，你就像龙二，他一直都不是霸总啊，他演霸总演得很好啊，对不对？干嘛不能强势？不能老欺负小大夫？我他妈欺负小大夫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在一个直播上你能看出来什么？什么叫欺负？我想问一下。
你没欺负他，你给他花过1分钱吗？就你较的真儿，其实跟我们就是你的理解能力和我们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在我的理解能力就是谁给你钱花，谁关心你，谁跟你过日子，这是亲近的人。就靠网上的这种网友的关心。我想请问一下，这小大夫天天让他直播，你们给刷过多少礼物啊？啊？让小大夫多说说，他哪给他机会说，他也不说呀？你说呀？说什么？拿这么远过来一点，看不太见。天天说他妈这个欺负谁，那个欺负谁的，他妈天天活在你们心坎上。过来一点，就这么远，看不见，看不见死去，没戴眼镜，没戴眼镜戴去。过来一点。头发上的白什么？头发上的白毛是故意染的还是岁月的缘故？你会家暴小大夫吗？那是少年白。就你们问这些问题无聊至极，无聊至极。我天天家暴他，他还天天舔着脸在我跟前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种什么你会家暴他吗？我天天家暴他，完了就打不走啊！我犯贱了，他又不是倭瓜脸，对不对？有些人喜欢家暴，有些人喜欢家暴。SM 没有那方面癖好。是什么呢？没有那方面的癖好，咱们就说实在的。好，顺便开始介绍你的，插播一条广告。傻逼是。你前任说你什么东西，完了你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你还介绍呢？你卖什么东西你能卖明白啊？你介绍啊。谈过最大年龄，什么叫谈过？谈过最大年龄是什么意思？谈过，感觉你俩都是0，你全家都是0。不是，他说你谈过最大的，你多少岁？你全家都是0。你们都是公园0，家务0，啊，你们全家都是0，啊，种地0，啊。土豆跟方糖谈过没有？方糖是谁呀？方糖是一个平台。跟方糖谈过是谁呀？方糖不是个平台吗？有请下一位黑粉儿。在我的直播间里什么都可以说啊。是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最短那个一起做服装品牌那个对象，所以他为什么在你眼里是方糖？他叫浩浩，不叫方糖。谈过最大的，就在我的认知里边，谈恋爱和接触是2回事儿。你要说接触啊和谈恋爱它是2个事儿啊。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哎，你接触的最大的是多大啊？你谈过恋爱的最大是多大？我官方的就是6个对象，不官方的好多，民间的呀，传说的呀，对吧？这个都可以聊啊。对，谈恋爱最大的就是82年还是81年，82年还是81年，他
反正比我大9岁，啊81年啊82年比我大9岁，哎，比我大九岁，都可以说，没什么不可以说的，因为我的直播间里就是一个真实，千万的，对，千万的，4.5人不是4.5人是92年，不是90年啊，4.5人是90年。还有什么想问什么都可以聊。就你们听说了一些什么八卦呀，都可以跟我聊啊，就是关于我的都可以聊啊。我给你们这求证一下，解释一下。他喜欢现在当苹果，他现在喜欢当苹果，当苹果是什么意思啊？稀稀烦人啊！当苹果是什么意思？苹果是1啊，他现在喜欢当0，就是原本他是1，你是0，完了现在他是0，你也是0。今年有新剧吗？没有。我0.5，但是不喜欢做1。一个纯1，现在想做0；一个0.5，一点都不想做1。是不是一开始就不适合？能不能真实的做自己？就是不要给我标一些虚头巴脑的字儿。15年了，都想做自己了，对吧？太好笑了。不成。真实情况，你们早点真实啊，都。现在有点真实晚了。我是会觉得啊，我其实，在感情里啊，我一直都是劝和不劝分。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关系啊，其实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有的时候你一直在做0.5偏1，然后突然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想做0了，我觉得这不是可耻的事儿，你也可以去选择。一是先给你对象沟通，二是如果沟通不了的话，俩人都执意做0且打起来了，那其实就和平分手啊。就是你的人生要体验一些新的生活啊，这个都没什么可耻的啊。我周围有好多的在40多岁的时候都变成0了，就是好多的到40多岁的时候都变成0了。我们其实也很奇怪，后来就聊天，他就一笑了之，他说，就是年纪大了，不想那么累了，想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儿，啊，接受 sad 嘛，接受 sad 嘛 ，sad 是就是到什么程度，不支持开放，不支持开放。现在还不支持啊。sad 是到什么程度？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sad 的程度是什么，就比如说，就是可以不10，但如果说我想那个，就让他给我那什么，他的可以，对，我让他吃香蕉，他得吃，我觉得对，他得欧我，他得欧，他不能否啊，对，他得欧啊，他得欧，怕不怕以后一个人孤独？没想过，反正我觉得我一直在情感世界，我没闲着。
对我一直以来，我不能说我的桃花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孤单的人，我在感情里边我不是一个孤单的人，就是一直都还蛮好谈恋爱的，我的就很容易就谈上恋爱，对，我觉得我要单身的话，一定是我想单身，所以就不存在什么怕不怕的。你有个问题有点冒昧，你冒昧一下，我看看有多冒昧。有空窗期，有空窗期的时候是我自己想空窗，所以才会有空窗期。对，你是0.5，你说我吗？还是你说西西凡人？我朋友被我抓到好几次了，他那操作可以拿去拍电，类似于他出去找人了是吗？西西凡人他出去找人了是吗？哦，如果你单身了，愿意和我尝试一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这。问的话确实是也太冒昧了吧？你冒昧了。你是有什么很出色的？这对图都不是冒昧，我确实会觉得说，你是有什么出色的条件吗？敢在这里问，你也太冒昧了吧！直播间里面180个人看到你问这个问题，直播间里面180个人都没有都想过都不敢问的问题，你问的你也太大胆了吧！感觉这东西没办法控制。狼宝，你辉哥是这样啊，就是针对于你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是什么呢？就是就是你要知道一点，狼宝你辉哥，就是你看我直播可能看了大半个月了，我有记忆以来，就是我记得你看我大半个月了，你知道我的说话方式，知道我的脾气，知道我的长相，知道我就是家里的一些情况。知道我妈妈，知道我对象都知道，但是我对你一无所知。如果有一天就是说我分手了，我说我跟你试试，但是我又不了解你，你敢吗？就是我完全不懂，我不知道你，我跟你试什么？啊，我跟你试什么？我都不了解你，我跟你试什么？我要说，哎，有一天就是我说那个狼宝你辉哥，咱俩在一起怎么样？那我肯定就是想骗你，啊，多奇怪呀，对不对？我是就是我对你的印象都不如那个倭瓜脸，倭瓜脸我都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真的，倭瓜脸，今天我都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小薇啊，生姜啊喷走了，对，对方对我太好了，我都不敢分了，怎么办？千万富翁都搞不定。你在公司加班，那咱俩连线玩啊？啊，咱俩连线玩啊？你边那个跟我连线，然后边那个加班呗。周围有人吗？你现在很油，不是？我跟你语音连线，不想看你，就剩你了啊！咱俩连线呗。
就是作为朋友来讲的话，你帮我证明一些东西。接受，不好意思，哎，重新来。我是拒绝了吗？没有在了吧？哎，但是这样，我这样连线的话，我那个就是我那边粉丝会看到我在连线吗？你有粉丝吗？我每次直播还是有那么20-30个人来看的。好的啊，会看见。最近怎么样？最近闲了1个半月吧，这2天刚开始有项目。哎，那些说我母的，你们看看那个小薇多母。咋了？你没看脸？不是，你看他说话那个劲儿多母。我们私底下管叫理解的。我说话咋母了？你看，哎，我跟他在一起显得我好爷们儿。啊，那个，咱俩连线的话，肯定要聊一些八卦呀。八卦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聊？不是聊咱们剧组的八卦呀？谁都可以聊啊。你想说谁的？说一说那个我们都讨厌的那个芝麻2的那个演员吧。芝麻2的演员讨厌的，是原来在北京的那个，然后借我钱的那个。哦，哎，我俩后来也没有联系了。啊，那咱们就说说整体的事件吧，就是当时拍完芝麻2，你记不记得拍完芝麻2，然后那个不是，就在拍芝麻2的时候，咱们拍完了之后，不是去那个郊区那个录综艺节目吗？你还记得吗？哦，我就记得他说什么，他说龙哥不喜欢我。他说那个龙2不喜欢你。对。说悄悄说的，我说啊。那你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我平时和龙哥也不聊啊。那他为什么会告诉你这句话？他突然就这么说的？你不是也在吗？你告诉我的，还是丹青告诉我的？你告诉我的。哎，我们对这个没太大印象。我就记得这个。然后你就是龙2不是这样的人吧？龙2是这样的人吗？小薇。我们2个平时不聊天，你感觉呢？就是我觉得啊，哎呀，其实就说破无毒嘛。说破无毒，就是我觉得龙2，如果说他真说了这样的话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你那个小薇，你也知道这个原因，你知道吧？我不知道，我该知道吗？你该知道啊，就是你记不记得咱们拍芝麻1的时候，你是那个制片人嘛？你是制片人，然后那个拍着那个龙2不就是消失了吗？消失了，然后对，消失了之后，那个就说不演了，也不跟任何人联系，然后后来不就是我都找了那个万森过来就是救场了，然后结果龙2不是又联系咱们了吗？然后就是后来咱们不去那个就是剪的差不多了，然后跟那个国瑞一起去他家吃饭嘛。然后去国瑞家吃饭，然后咱们可能都喝酒了，再加上其实小薇，我这么说，小薇是绝对的好人，而且她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小薇有的时候吧，可能就是其实跟我也有点像，就是我们可能就是都是讲事实而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当天就是我们在那个剪辑师家喝酒，然后有我，有小薇，有龙2，还有那个剪辑师，我们4个。剪辑师家里捞的大骨头酸菜炖大骨头，你知道吧？
然后咱们就在人家吃完了以后，可能喝了点酒，我不知道你喝没喝多，好像你没喝多，我没喝多。你没喝多，单纯的就是因为剪辑师也是跟剧组的，然后你是专业，也是算是专业跟剧组的那个制作人啊，然后我又是导演，然后可能就龙二可能就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呢，小薇这个人吧，就说那个就是连笑带说着，就说把那个龙二就是从剧组消失这件事情，就说了，就说哎，龙二可能你这样的话，在专业的剧组的话，你就被封杀了之类的。我记得你好像说过这句话，是不是？我没有说这么严重吧，就是我说他了，但我忘了我说啥，应该没说这么严重吧，没有说封杀这种事情。因为你是笑着说的，我记得就是大家其实很轻松的这个笑着说的，然后就是因为大家在聊剧组，因为咱们也知道国瑞他是专门跟剧组的，他们那个影视公司经常跟那个剧组，所以就聊起这个事儿，然后咱们在吃饭之前。吃饭之前，然后我还说了，我说那个那个龙二都会过来之类的。完了，我说那个等会儿我说他之类的，结果没好意思说。然后你叭叭叭说他了，说他以后，龙二那个人就是脸儿比较小，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可能就觉得说，就被说了。可是我觉得不至于啊，我们两个就是面对面的时候还挺好的。小薇，我这么说，那天我觉得就是说你说的频次太多了，就你大概翻来覆去说了2次，翻来覆去的说了2次。那我为了其实这对于咱们这种大条的人真的无所谓，因为我经常我也是劈头盖脸说你，而且就是咱俩的个性吧，其实就没有那么介意。但是龙二可能有点小细腻了，小细腻他会觉得说就是太认真了，然后可能他会因为这个事情跟你有一些小的隔阂。那都多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那都多久了？但我说句实在话，因为我后期跟龙二关系很好嘛，但我依然我如果说这是一个直播，公正的来说的话，我觉得小薇是没问题的。龙二有一点点就是，就是他可能转不过来，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人去说龙二不喜欢你，明显就是有一点挑事儿。再有一点呢，龙二可能当时不喜欢你，可能是那段时间可能对你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就是隔阂，但其实没有那个说我的时候也是那个啥了，第2季的时候了，和第1季都隔老远了。二哥再有隔阂也不会在别人面前说坏话，也不会在。对呀，我也觉得呀，我就觉得说那个人可能就是在挑事儿啊，在挑事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会觉得说，我们聊到当时那件事情，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应该不是龙二吧？二哥，那不是龙二。UM 工作室不是龙二，UM 工作室你不是龙二吧？怎么可能？啊，应该不是。UM 工作室他说二哥再怎么样也不会，他应该不是龙二啊，你不是。对对，就是对，我就说，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就我们都讨厌的那个人，他当时就是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为了节目效果，你记不记得咱们玩真心话大冒险？然后那个就是开玩笑，可能就是不是开玩笑，就是做效果，可能就是可能有点就是直播有一些事故，
后来我跟龙二不就是有矛盾了吗？有矛盾的时候，当时好像就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这么说，就是那个小薇没有帮我，但是小薇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很多时候因为我俩是一个剧组的就是剧组的人员，所以我俩的思维是一样的。然后呢，那天我跟罗二就有矛盾了之后，然后我特别受伤。你知道我为什么受伤？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很无辜，就是我很委屈，就莫名其妙的，就是有这么个矛盾。然后当下，就是我挺难堪的，我就回到那个房间里去了。结果我在房间里，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回房间之后，你们在干嘛？忘了。反正你们当时，我记得我回房间以后，你们在底下就是唱，就是那个音乐的声音还很大，还很大。然后紧接着我就一个人特别郁闷，我就说，这个事儿好像就僵在这儿了，好像我被全剧组就是那个就是抵触了之类的，反正就那种感觉，就莫名其妙的被这样。后来我正在那郁闷的时候，就是那个讨厌的那个人就敲我房门，他说：“导演，我可以进来吗？”我说进。我一听是他的，我说进来吧。结果他就是把门一关，他就坐在我床边儿，因为我躺在床上，坐在我床边说：“刚才我不是说不帮你，就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龙二的个性，所以我们不能去明面上帮你之类的。呃，其实我心里还是更向着你的。我说没事没事，我说大家都是误会一场，时间长了就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谁是谁是怎么样的。他说对你这么想就好了。那个上次我跟你说的就是，唱主题曲的事儿，你看还可不可以？然后我一听，我说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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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赶紧，因为他进来，他其实不是为了帮我，对对对对，我都忘了主题曲这个事儿。对，他就想唱主题曲，然后我说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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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就是讨好我的话，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嘛，他就回北京了嘛，回北京之后，然后他就跟她男朋友闹分手了。闹分手了。闹分手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了，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知道，反正他跟我说了，他说我跟他分手了，跟那个他对象分手了。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个剧还没播呢，你还没红呢，你分什么手啊？你着什么急呀、我说你甩掉糟糠你也太快了吧？我就跟他开玩笑。完了他就说那个怎么怎么样，我也没仔细听。后来他就找我借钱嘛，他找我借钱，借10000块钱。1万吗他？跟他对象分手了，所以没地方去，然后找我借了10000块钱，1万吗？2万还是3万吧？忘了，忘了，好像是1万。我觉得比1万多，好像。对，反正就是借钱了。借钱之后呢，因为咱们剧组除了你有片酬，别人都没有。我有片酬？你的不算是片酬，你的算是工作费啊，就是他的工作酬了。这只有小薇，因为他是制作人嘛，我必须得给钱嘛。他们我都不给钱，不给钱，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找我借10000块钱，我记得好像是10000块钱。我说10000块钱也不多，而且人家就是来帮我拍戏了。虽然说不是主角，但是也配角，配角人家也是人家也来帮我。我说那我就借了。第二季没有钱啊，第二季哪有钱？第二季没有，第二季因为你参演了。对，第二季没有，第一季有，然后那个也没多少。那比别人强，别人都没有啊。是。然后那个不，我没有比别人强。你对龙哥最好，你给他订头等舱，我就只有经济舱。
那这个事情我要念一辈子。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后来那个，就找我借1万块钱，我就借了嘛。我就想说没给人片酬，我就借了。借了以后，其实我不打算要的。我不知道小飞在你心里，你对我的定义是什么样？其实我对我自己定义，我还是蛮大方的，就我有的时候是有一点那个，有的时候有点土大款的那个劲儿。我觉得你是，你愿意给人花钱，但是不愿意给人钱。你给我滚！就是你出去，比如说出去说请别人去喝2万3万的酒 OK，吃什么几千块钱的饭 OK， 玩几千块钱的密室 OK， 我掏钱，但是你让我把这钱给你，我不给。你给我滚！然后后来我就说这个钱就就给了吧，就给他就不要了。结果那个时候吧，我谈了个恋爱，我拍完《芝麻2》，然后我谈了个恋爱，那个恋爱我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是非常非常喜欢，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那个时候我也没啥钱嘛，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给他买东西，给他转钱之类的，就转了挺多。后来我就想着说，那个钱不太够用了。那个时候我好像就只有几十万了，就是只剩几十万了，所有的资产就大概50-60万了。然后，对，我和你出去的时候，我好像基本上没有花过钱。那肯定，那肯定。然后后来就剩几十万了，大概50-60万的时候，我还很迷恋我这个对象。完了，我就说，还想继续给他钱。其实我这个对象其实算是个捞女。酒吧的那个吗？哎，对，就是在酒吧认识的，然后他是那个轩轩的好朋友，就是北京的那帮人的。但你当时不是同时处了3个吗？你给我滚一边去！又开始造谣。你给我滚！又在吵，又在黑我。有，你当时那个酒吧的一个，然后那个啥的一个，然后台湾的还有一个。那是前后的，我同时跟台湾的都没见过，我怎么能算是跟他处呢？不是另一个台湾的。另一个台湾的。对，你记得当时你给我讲了好几个。另一个台湾的是谁呀？婚内出轨，那小大夫得小心点儿。啊？另一个台湾的是谁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串了？我没记串，反正我记得你当时和我炫耀来着。完了，这黑料吃到自己身上了。吃别人的八卦吃到自己身上。你别他妈造谣了，我哪有这么他妈？不是，我承认那个时候确实是3个，但3个的定义不一样。3个定义是一开始我接触了一个小孩儿，然后我们就是在天津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刚做直播，然后一个小孩儿。这个小孩，然后他碰巧也在深圳，我来深圳开酒吧以后，然后她带着她男朋友，结果她男朋友爱上我了，完了，但是我爱的他是这个小孩，她男朋友爱的我，这个男朋友是那个 Realme 的，就是叫什么 Realme 那个品牌的那个。哦，他还挺帅的，我还挺喜欢他的。是吗？对，你记不记得是谁呀？我可以说吗？可以说呀，可以说呀。HAI啊，对HAI 海哥嘛，海哥他是那个手机的那个设计师嘛，他品牌设计师。然后海哥喜欢上我了，但是我喜欢她男朋友，结果那个时候海哥就为了我，就是想跟她男朋友分手，然后我就觉得太奇怪了，然后后来恰好那段时间我又认识了我当时的那个男朋友，所以我他那个小孩恨我，海哥，然后就是想跟我在一起，我又没同意，所以海哥又跟她男朋友复合了。
我觉得海哥还挺迷人的。真的假的呀？没有，我就说是他的身上的那种气质。那肯定啊，人家那个那什么呀，人家毕竟是，靠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买车买房啊，而且他的房子又是在南山哦。然后哎，所以你们不联系了是吗？就他就会，不是讲那个人的故事吗？干嘛讲我这个狗血三角恋啊？然后那个就是海哥，就是后来海哥跟我告白了，但是海哥喜欢我，我一直不是，我一直都就是其实也知道，但是海哥没跟我说，就一直没告过白。然后结果，是那个小孩发现海哥对我动心了，然后海哥跟他那个小孩说是对我动心了，海哥都没跟我说对我动心了，对他对象说对我动心了。啊，是有这回事。对，然后他对象就是跟我说的，说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海哥喜欢上你了，我退出，祝你俩幸福。我一脸懵逼，我心里的潜台词是我喜欢的是你呀，反正当时就是，后来就是海哥来找我，然后我一直都对海哥没那么多兴趣，因为海哥是一，你知道吧？我不知道，海哥是一，海哥是我没想过一，而且我跟他在一起吧，我跟海哥在一起吧，就是我又不是那种零的状态，所以就觉得很别扭。我俩在一起坐在一起，就是单独，我会很尴尬的那种。那你给小大夫做零了吗？没有，那你给谁做过零？就没有啊，起码我都已经有第二任吧，第二任做过呀，就是那个北京的那个，啊对，Q 先生。啊，对，我继续往说啊，继续往说，然后那个，就给我4.5人花钱，然后后来就钱也不太够了，然后我就寻思我试着找那个就是咱们讨厌的那个人要一要这1万块钱，我那意思就是说给就给，不给就拉倒了。然后呢，我就找这个咱们讨厌的那个演员，我就说，哎，那个因为那段时间我确实要买深圳的那个公寓，我说那个，哎，那个我这边要用钱，我说你要是有的话，你就还给我之类的。他说好的好的好的，啊好的好的，那个就怎么样就同意了，同意了，其实你就燃起我的希望之火嘛。然后他就说那个他同意了，结果过好像是和谁借去了是吧？啊？他和谁借钱还是要钱给你？说到根本了嘛，就是他说还我，结果1个月没消息了，1个月没消息了，然后我又问了一下，我说那个钱哪儿去了？然后我说那个着急用钱，他说哎那个你再通融我2天怎么之类的，现在就各种困难之类的，然后就又拖了几天，就爆出来一件事儿。就拖这么几天爆这个事儿，就是丹青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对，丹青发了截图，好像是。对，丹青给我发一个截图，丹青永远有截图。那个丹青发了一个那个就是他好朋友的一个截图，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丹青的好朋友跟这个讨厌的演员，他俩可能那个过，就可能是约过，然后呢，这个讨厌的演员找丹青的好朋友借15000，借15000块钱，然后就说，那个我找你借15000块钱，然后因为我欠了别人的钱，然后这个人叫百里，我不想欠他人情，这个人总是追，烦死了，然后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想欠他的。然后你这边要有钱，你就那个就先借我之类的，我还上他之类的，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看到这个截图了嘛？看到这个截图以后，我心里就直接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是什么感受？我明明是在帮你，然后你在外边就这么说，就可能不想踏我人情，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之类的，大概是这种话，可能
我心里就不好受，我不好受，然后我就找他要。你这么说我的话，我就直接找他要了。完了，我说你别一天一天腾了，我说你要有赶紧给我，你要不给我的话就不行之类的。结果他还跟我那个打太极的，他说那个宝贝是什么亲爱的什么宝贝之类的，你都不知道那个我现在多困难，然后什么你那个有一天我没在要之前，他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说宝贝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酒吧，他说没什么，就突然想你了，他就开始玩这种暧昧的伎俩。之前我也犯着膈应，说实在的，你说咱们这剧组的人谁不知道是谁呀？而且咱们跟那个演员都认识多少年了，我都认识他将近7、8年了，你突然跟我玩暧昧，我就很恶心了。结果是因为这个钱的事，我就必须得要完了，他还在打太极，然后我就直接跟他撕破脸了。我说你别跟我来这套了，我说这个截图，啪把截图发给他。然后那个就是我说，你看你在外面做的事儿，你都传到我这来了。我说你赶紧把钱还了。我说你要不还的话，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儿。就这样，我就大概2个小时左右，他就把钱还我了。还我之后，然后你们就开始爆料，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摄影师成龙大哥爆料说，他做服装，然后找成龙大哥去拍照，然后不给成龙大哥钱。对，这事都传出来，好像跟你也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说我啥来着？哦，说成龙大哥说我坏话。对，我觉得成龙大哥就不会造谣的人，我觉得啊，就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吧？我夏天的时候找成龙大哥拍了个东西，也没给他钱。没有，那客户没有那个说拍的不行，然后后来我给他垫了个红包。垫了个什么红包？给谁呀？给成龙大哥一个红包啊？对，当时他也是傻乎乎的。当时客户说那个直接把钱给他，他就直接拿上得了。他说不用，然后后面人客户那个说拍的不行，没给钱。啊，没给钱，成龙大哥对你还是蛮没有，我那也是个朋友的项目，然后我说是那个正好找人，我说给他推个活得了，结果过去之后没那个片儿不行，没出来效果。然后哎，我给他垫了个红包。哎，什么事儿？他一开始说不用了，就这么着吧。我这感觉不太好。我们说的不是小虎，不是小虎，小虎傻不拉几的，没有这么多心眼儿。又要八卦了，小虎是谁啊？小虎就是灰灰呀。哦，不是，刚才我们说的不是灰灰，灰灰也有那个风光伟绩，来说一下。我们扒一下那个灰的那个灰灰的风光伟绩。这个风光伟绩就是那个跟小飞也有关系。啊，和我有什么关系？就是那段时间，就是说那个灰灰来我这边那个就是当店长啊，然后你们过来拍戏啊，然后你们就说那个好像就是剧组的那个住的地方在那个灰灰的楼上还是楼下，然后你突然就跟那个灰灰说你想去他那看一眼啊？然后你就去那个他的那个住处看了一眼，你是说挺好的，完了他跟你吐槽说好啥好啊，怎么样的，就那个就是大概的意思，对他现在生活不满意，没有这个事儿吗？我忘了，是你跟我说的呀，我忘了。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咱们拍戏，然后是在那个酒吧对面的那个一个酒店里边。然后酒店里边，然后那个当时灰灰不是那个在我这做店长，1个月赚8000块钱底薪吗？然后他就跟他对象在那个酒店没有，当时要去宿舍拍戏嘛，然后我好像是跟着过去看了一眼。然后你就觉得说住的不错，然后紧接着
他就表达的就是说，其实生活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又什么，嗯，就什么又熬夜又怎么样的，他表达了这种。哦，那可能是当时说了，但我现在没印象了。你跟我说的，嗯，因为这个事儿，我给那个灰灰，就是我就非常看不上他。哎，可不是因为我啊，和我可没关系。就是这样啊，你想想，当时你说灰灰的能力，一个月给他8000块钱呢，一个月给他8000块钱，而且他啥活他都干不了，完了他还不满意，就是现在的生活。嗯，啊，我记得你和我说他那个老想上去唱歌儿。对，他啥也不干，就这个事儿，能不能爆料？你能不能爆料点事儿？我就跟你连线就好无聊，除了爆料我，可大家不是爱听你的吗？你的故事吗？你还想爆料什么？你爆料什么我都不生气。你没啥了，我知道的那些料也没什么可说的。丹青知道的多呀，让丹青说呀。丹青怎么不上麦丹青不在直播间啊？啊？他刚不是来了吗？啊，我没看见啊。他刚说他点进来之后，发现是那个在你这儿。啊，那个就是因为我在直播间里总会说起那个就是影视圈的那个大佬，你可以爆料一下就是影视圈那个大佬的那个事儿，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在虚构。他好像也没有什么黑料啊。你想让我讲他的什么？不是说爆他的黑料，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影视圈的大佬？有啊有啊有啊，这个影视圈的大佬是不是挺大的？对，很大。就是在娱乐圈里算不算是就是嗯就是震一脚能震出好几个事儿的人，对，就是那个很多电影的片尾都会有他的名字，片头和片尾，片头片尾对都有。对，就是很厉害了。我觉得他的分量其实，哎，单称上来了。但但我前两天，我那天我不是问你说，我说你们和好了吗？啊，然后我给他发信息，我说是，我还问他来着，他说是没有和好。你跟我说呀？嗯，你跟他也没联系了吗？有吗？也是很少，什么样的联系？点个赞。那你知道我俩为什么闹掰的吗？就那个考证，但我真觉得那个是没啥，我和丹青都觉得没啥，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点点，有点太，哎呀，我说不上来，那个就是你真的觉得不是真没不是？咱们就说实在话，就你单纯从你的角度来听这个故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我没什么问题？我当时不是说了吗？我说我觉得你没啥问题。就是我也是陷入了一个深深的自我反省当中。对，就是我不是说帮你说话，但是我真的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是那能咋呢？都真没事儿。我觉得一是他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有一点点犯忌讳，还好吧，那也没有说啥呀。就是他可能会就怕扯上自己的关系，因为他毕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但是就是不是啊，主要是你那个啥，你就你那个事儿，他也不是说就直接给你弄上去了，他只是说推了个名额，那也不算走后门啊。是啊，我也觉得，而且我问的也没，因为我是不知道整个的流程。那个就是之前那个大爽他考他自己就能报上名啊。不是，那个评论区里有人那个就是不知道啥事儿，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讲吧？你觉得可以讲吗？
咱们隐晦一点讲。我可以吧？可以啊，那我就讲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不是报那个就是那个北京电影学院那个进修导演嘛，然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这一块儿呢，就是他其实是需要就是引荐啊，需要一个引荐，其实也不需要引荐，不需要啊，你不需那个直接要引荐，报就行。对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不了解流程，然后对，他给你，对他给你就是顺个人情，然后给你把那流程弄清楚了，找了个人让你报上名了，那你自己琢磨也能报，就是麻烦点儿。对啊，就是小薇说这个是，其实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第三角度，就是我当时报那个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进修导演，因为其实我对这方面完全不了解，然后这个影视圈大佬他一直在鼓励我说往上进修，就是让我去报那个就是那个导演。然后呢，我又什么都不懂，然后这个大佬呢，可能就是因为他认识一些人，就给我引荐了一下，然后其实也没引荐到厉害的人物，反正就是，但是就是通过网络报名，我就跟一个老师招生的老师就是有所联系了，然后我就问这个招生的老师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影视圈大佬吧，就那意思就是说。你问他干什么呀？你问他的话，是不是会别人会多想之类的，或者说就是这个就弄得不太好。你有什么事儿你问我呀？但是我为什么不问这个影视圈的大佬呢？因为影视圈大佬人一天净他妈会，不是这个会那个会，今天陪这个，明天陪那个。我说一个报名的流程的东西，我就没问这个影视圈的大佬。就影视圈大佬就说你应该影视圈大佬就会觉得说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去走，你不要就是说想一出是一出之类的。我说我就问了一下报名的那个流程方面的东西，而且我问了一句话，可能让他会有多想。我说老师你好，我说那个报名成功是不是不代表就是说一定会入学成功？不是，你问的是报名成功就是入学成功了吗？还是就能上吗？对，就能上吗？我的意思就是这么，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问这种问题呢？因为我们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时候，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我是报名之后，然后明明我就考试都没过，但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他那个时候，因为他是民办的嘛，而且就是比较就是当年的时候比较随意就上了。其实我就不懂乐理，然后考试就是乐理考试的时候，我也就将将巴巴就上了。然后那个北电的话，那在咱们眼里那就是属于影视圈的那个就是前两名嘛，一个是中央，一个北电嘛。那我都觉得说这个上非常难，然后我就说那意思，我说是不是还得有个考试啊？我说是不是得有个考试？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招生办的老师。然后就这样就跟我炸了，然后我就跟他炸了，你知道，我真的像就是我俩吵架，就是明显就是我这个人嘴上不饶人嘛，我说了一句特别狠的话，我说你不要按照你的思维去思考我说我本来我什么意思都没有，你说你劈头盖脸的给我一顿说，啊那个怎么样？他就说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那个要开会了，怎么样？我说你不说就不说了，你知道吗？就上了这个劲儿了，我就开始说，我说你不说就不说了，我说你啪啪甩了一堆那个负能量给我了，完了你不说了，他说啊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不管你，我说用你管，我说以后你就别管我，我说那个，怪不得就是你这么长时间没有那个爱情，我说你压根都不知道尊重人之类的，然后就咔我就说了，说完了以后，然后那个他就把我拉黑了。拉黑以后我还没解气啊，我就说拉黑也没用，你就是没人爱，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就这样的，哎，特别生气。我是真的觉得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我也太冲动了，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冲动。但这也不是冲动不冲动的事，就是我觉得
不是什么大事，没必要。而且你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说我跟他其实这么多年，我俩就是呃，算是牵扯了将近3年的时间啊。从拍芝麻，这是2021年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互相就有好感，结果呢，处了一段时间，他太强势了，所以就是你们天天跟我说一点，就说什么有钱人是那种就是气度非常开阔的，说什么有钱人就是太怎么地了，就是有钱人都是那种只有就是说那个心态好的人才是有钱人，屁的！你们真的跟这些大佬牛逼的人士，你们跟他们相处一下试试。就他各种各样的优秀，真的，他光芒万丈，他能力超群，他人中龙凤，但是他们私底下真的就是强势到让你喘不过来气。但我觉得他人是挺好的，因为他没跟你就是到内部接触，你要跟你内部接触的话，你就觉得说真的不行，就他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我来安排，你就做一个乖乖仔就可以了。他不允许你有太多的那种行为。对，他就是他不适合你。对，因为我这个人又比较说实在的，就是有点反骨。我觉得我不算是强势，但是你要是跟我硬刚的话，我这个人非常反骨的。所以就接触了，本身就是其实互相是有好感的。我其实对他一直我都有好感，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有那么大的成就，一定是通过他自身的努力得来的。通过他努力得来的话，那他自然他有人格魅力，我会很喜欢我会很喜欢。但是就是弹幕好离谱，相处方式我都觉得很奇怪。不会是弹幕好离谱？你看那个他说有人下面有人说张纪中，张纪中他喜欢女的。真的给我就是我真的就是会觉得说，我为什么后来会跟他说那些就是比较幼稚的话，因为我真的就会觉得说，那个我真的想通过吵架让他明白他的问题在哪。于正，我觉得他比于正要 level 要高一点吧，不止一点吧？对，他比于正要 level 要高。不是，于正是导演，他没有那种就没有那么多权利，那个人是权力大。那资本。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白领又吹牛了，就是我当时也觉得你吹牛，直到你就我没见他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吹牛。后来见到了，对。我那会儿，因为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我说你咋啥话都能往出说，这也认识那也认识，怎么能认识这么多人？我不信，结果真的认识。就我跟小薇是两种人，你知道吧？小薇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型，然后我是左一耙右一耙，就是那个东跑西颠型。但是我的那个境遇要比小薇要离奇，对不对？什么？我的境遇要比你的要离奇很多。是因为我其实我除了没上班，其他都还比较中规中矩。就是他小薇是那种就是兢兢业业的人，然后就是什么事儿我也不掺和，我也不关心，然后就是给人一种非常踏实、非常就是那个就是低头苦干的那种人。
但我可能就是什么人和事儿我都去接触，对，这就注定我跟小薇的，可能小薇活得更稳定一些，我可能但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的时候我也想接触，但是没有那个渠道。你是性格的问题吧？你想我上大四的时候，那会儿那个谁借着毛毛逊，我还特激动。毛毛逊是那个网红是吗？对，就啊是那个芭莎的那个芭莎，男士健康的，对，芭莎男士健康我知道毛毛那逊个主编。嗯对，那会儿见人，我说我又没想见到明星了。然后后来就是见那个天娱的那些，什么张杰呀，然后尚雯婕呀，这些都见过。当时拍东西给人家，刚开始见明星的时候觉得可激动了。哎，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吧，我真的，我也想跟这些大佬们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自己的对呀，个性，谁就有那种，对吧？就是更容易得来的好的生活条件，谁不愿意？是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看我这么强势的人，然后外边传我说什么为了钱跟谁在一起了，我说太离谱了吧！我说我要为了钱跟谁在一起，我能就是比这好多了，你知道吗？天天说我因为钱怎么样的，就是那我的机会也太多了，我的机会也太多了，起码就是丹青还认识那个我丹青认识一个身家10亿的老总，那个你不知道这个人？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吧？没有火讲过。讲谁呀过，但是没有聊太多。对啊，那个身家10亿的人可能比这位大佬还身家要厉害，我觉得就是资产要厉害一点，但是没这个大佬。他应该也，我感觉他应该也上亿吧，2、3亿，我感觉应该有吧。又没2、3亿，你现在家都是1、2亿、1、2亿的家吗？啊？没有吗？我感觉他还挺有钱的，应该。我不知道，没了解过。我去过他家，我看过他的那个一个有一个鞋柜，就是那鞋柜里面所有的鞋加起来，他跟我说200多万。明星都会这样啊，明星都会这样。当时干嘛来着？啊，对，那个我那会儿不是腰不行嘛，然后那个他有一个那个就是专门弄腰的那个中医，还挺厉害的，他带我去过2次。我就说，哎，仔细想想，就是自己其实就是性格里边就是不会有这些东西，可能会遇到，但是自己可能骨子里就没办法，没办法，我太不喜欢别人强迫我了。可我觉得关系这样的话还挺可惜的，毕竟也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不是我的问题啊，那我能怎么办啊？那我能怎么办？而且其实我挺气愤的，就是说他对外他就说什么那个就是什么那个什么等了我3年之类的，没闲着好吗？在北京没闲着好吗？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哦。他在北京没闲着好吗？他好像就是从此以后接触了，就打开了他的世界之类的。就对外就是他总对外说这么多喜欢我，多喜欢我，然后还跟人那个就是跟人那谁和那个安宇说什么啊，百里要回北京了啊，我给他弄回来的，怎么样的，就说这种话。但是我们两个平时就是之前接触就聊天多的时候，我们两个聊最多的也是你。
是我，那肯定的，那肯定是我，但是我就觉得有什么用呢？就是彼此，就是他经常干这种事儿。你知道有一次，就是他在我酒吧里边，我有一个顾客，就是那个然然，然然，就是我当时一个大客户，就是属于大客户，来了就买那个1000块钱的酒，然后我就陪这个然然，这个然然那个时候吧。然然那个时候好像还没这么喜欢我呢，就不算是喜欢我的一个状态。结果因为我跟然然去那个喝酒，一个影视圈的大佬跟我一个顾客就开始杠上了，你知道吗？就那意思就是说啊，那个就是那个要比一比之类的，反正就是压迫我那个顾客。然后我那个顾客年纪非常小啊，95、96年的，就说比啥呀？啊，比啥呀？反正就那意思，就是说百里是我的朋友，你干嘛缠着他之类的，怎么样？反正就那个劲儿，就喝多了他。然后然然就一直问我说他干嘛呀，跟我这样，就是喝酒的时候也故意就是那个，对他很幼稚。然后就给我那个顾客给生气了，整生气了。我那个顾客就先走了，走了之后，完我就有点生气了。我说那个，因为我是那个时候刚做酒吧老板，我说你这不砸我生意吗？我说你该怎么样的？但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对于爱情这方面，他没有那么成熟，没有那么成熟，而且。就是我听大勇说，大概意思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觉得说，我1年半载就回北京了，而且他就想让我尽快回去，他跟大勇说的，然后紧接着他就喝多了以后，然后就说一起去吃宵夜，完了就又来个幼稚劲儿，然后就开始聊着那个灰，聊着灰。用灰灰来气我，就是就说那个灰灰挺好看的，怎么样？然后就跟灰灰就是产生那种就故意的那种给我演出来的那种暧昧，灰灰就眼神求助我，我觉得太奇葩了。但是灰灰其实他那个怎么讲，就是在酒桌上其实还挺好。他就是他知道这些大佬他应该怎么去表现。他跟你不一样，我就不会。他跟你不一样，我是被嫌弃过上酒桌的人。小薇是那种，就是看到大佬了，他就觉得说，他就问我，小薇就问我说，这个大佬，我要不要跟他那个敬杯酒啊？这个，我是不是应该认识一下？我是不应该坐着呀？我说，你就那个看准了，你就是跟他敬一杯酒就好了。结果特别逗，你知道吗？自己把自己喝多了，然后那个小薇就是那个捏着兰花指飘过去的哥，这怎么样？我没有，就像个我说你别跟个妓女似的你，我没有，特别好笑。我没有捏兰花指，是人家非让我过去。你知道不是那个。我去那个，他带我那个百里带我去酒局，然后去之前他就和我说，那个你要那个敬酒，你就在原地站起来，对，和人喝酒就行，千万别去人那个面前去。我说行，我说那人家要是非要让我去咋办？他说他要是那个叫你第一次你就先不去，然后再一直叫你再去。我说行，我就那人是老叫，我说那就去吧。然后，因为你已经不在我旁边了，你当时去哪儿了？你去和别人喝酒去了。然后那桌上不是还有一个影视圈的那个，不是影视圈，就是那个制作那个公司的那谁吗？那谁，那个张哥嘛。你知道那个不是，我要和大家说那个什么，那个你在现场，人那个站起来的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这是鸡。然后另一个人站起来说这也是鸡，然后他说那个这也是鸡的时候声音巨大，然后被别人听到了。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们在北京，然后一大帮就是说就是算是老大哥，然后请了一帮小孩过来，那个就是一起吃饭，
然后吃饭大家就得互相认识一下呀，认识一下，然后那个就一般都是那个举起酒杯，然后敬大家一杯酒，然后说说自己叫什么怎么样的。然后，因为那个饭局上就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廉价的同性恋，然后一有那种同性恋一站起来，然后我就，因为我本意就是小薇她其实想在这个酒局上就是认识一些朋友之类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谁比较有含金量，或者说谁比较重要。完了，那个有一个同性恋站起来，对，有一个同性恋站起来，完我说这个是个鸡。然后另外一个就小孩站起来，我说这个是个捞女，反正就是完了巨大声，然后是这种。川田来了，川田，看他也不，我去他直播间和他打招呼，他也不理我。他现在走颜值路线，不说话是正常的。不是他和别人，他就是他跳过我的那一条弹幕，然后和别人去打招呼。他可能觉得啊，然后我就立刻点了减少推荐直播间。刚才你没来我直播间，你没看着啊？就刚才有个人爆料说什么我是什么公交车，有钱就能怎么样？我说这个也太冤枉了吧！我说我这么要是公交车的话，就太好了，我这脾气，公交车怎么可能？一晚上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得是我喜欢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得是我喜欢的。就是你不讨厌他，你不讨厌。不是你强迫我就我是非常就是反骨的人。你要好说好商量，你跪下求我怎么样都可以。但你要是就是拿钱砸我说，哎，今天晚上怎么样？你不好意思，你就是再牛逼，你出多少钱我都不会。你心里我的个性就是只软不吃硬，完全是这样的人。我太冤枉了，我们要奔钱的话，我早就不跟你们这帮废物多朋友了。我早就去那个另外一个群体了，我就哎呀，丹青是谁呀？什么东西啊？一个北京的一个红白喜事的那个主持人。天天刷到那个什么，就是当我的闺蜜嫁给了大佬之后。对，我在想，能嫁给大佬的只有你了。是这样，我说，哎呀，然后你要是造谣的话，可以啊，你拿出证据来。我说我看看我到底被谁睡了。只有我睡别人，我觉得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小咖大耍，就是那种好像。因为你知道，就是不了解这个圈子里的人，就好像导演是很大的一个职务了，然后就觉得说我天天睡人之类的，丹青，你可以上来连线啊，丹青了解我最多，是。你到家了吗？你是到家了吗？对，好冷啊！你对象跟你住在一起吗？对。啊，你俩同居了？是。你俩住在那个家吗？我们去过那个家吗？对。那你们仨人住一起啊？室友搬走了。啊，就是你俩把那个租下来了？一直就是我在租。那个室友是我疫情的时候觉得太闷了，没人说话，找了个室友。那你现在你对象上班了吗？上啊。啊，你俩的工资能挺好的生活是不是？反正能吃饱饭。他是做什么行业的？我都不知道。教练。啊，私教是吧？对。那个丹青说对象在当狗狗。挺好的。他现在下班了吗？他现在下班了吧？可能在床上躺着打游戏。行吧，那你们聊吧。我们不聊了啊。改天再聊啊，拜拜。好，拜。哎，我怎么退呀？
我来你给我踢了吧。啊！我给你踢了。哎，关了没有？在哪关啊？点开连线。连线。狗狗也赚钱啊，狗狗赚钱赚的辛苦钱嘛，我觉得，挺累的，狗狗挺累的，一个月好几万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些造谣节目，我是说，丹青想跟你连线，丹青咱俩聊八卦可能聊得更开一点，聊一会儿嘛，丹青，咱俩聊会儿八卦吧，你起来，我要跟丹青聊八卦了。你要跟丹青聊八卦，那我在旁边。丹青对象在。丹青要下。人家明天要讲课。丹青连线。啊，丹青对象在啊，那好吧，啊，你对象陪着你。其实小薇，感觉小薇其实嘴巴很紧，不是小薇嘴巴很紧，是因为小薇这个人比我神经还要大条。她得罪过的人，她其实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小薇现在不在啊，就是小薇其实现在不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实情。就是为什么龙二，我觉得龙二可能会跟那个讨厌的那个人说过这个话，他为什么就是龙二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喜欢小薇？其实最主要就是那个原因。小薇那天我觉得就有点疯疯癫癫，因为作为我来讲的话，我也觉得说，因为我们都了解龙二什么个性，那小薇你就不要总说了，他那天说了2、3次，小薇是那个龙二已经就说。哎呀，好了，你不要说我了，就那种，就是龙二已经就笑着说了，就已经就是说，就基本上就等于认错了，但是小薇还是在那说，就说那个啊，就大概是就在剧组里这种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儿了之类的，反正龙二就有点抹不开了，可能龙二就因为这个事儿，当时可能会对小薇有一点点距离感啊，所以这个。小薇其实比我还大条，比我还大条。我是得罪人，我是知道的，但是小薇可能，因为她个性来讲话，但是你要说谁对谁错的话，谁对谁错？你们觉得谁对谁错呢？就如果说这个事儿让你们来分析的话，谁对谁错呢？他没有一个对错，都没错，就是按照规章制度来讲的话，那龙二你突然消失的话，这确实不太好。但是呢，你要说按照私底下的人情就是关系的话，我觉得小薇有一点点不太了解人，就是不太了解人的心理，你想跟我聊圣石，老石，你想跟我聊呗，你想跟我聊你聊呗。你想跟我聊没缘分？什么叫没缘分？我才看见老石，你把那个窗户关上呗，很冷。你遛狗了吗？把窗户关上，冷。老石不在了吗？想跟我聊天没看见老石。
啊，老师干嘛呢？不聊了是吗？这叫老实的不聊了是吧？你要跟我聊什么？不聊，哎，打字太慢了。我跟大家连线一下那个另外一个朋友。不行，连不上他。只想听听你的过去、现在。你刚才那个连线的时候，你在不在直播间？你应该能听过我的一些过去和现在。对，就说实在，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影视圈大佬，我其实挺遗憾的啊，我其实就觉得挺遗憾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就是哎，我也讲过很多次了，好奇大佬是谁？你好奇有什么好奇的呀？听故事就听故事，你们为什么要好奇是谁呢？知道是谁又能怎样呢？就是我跟他就是真的是互相欣赏和吸引的，但是就是个性，其实个性有点相同，我觉得，我觉得我俩个性有点相同。你知道是谁了？你知道个屁呀！你知道你是谁呀？知道第二部什么时候出第二部？你说那个小茉莉是不是？小茉莉是吧？小茉莉现在没有投资没有投资。没有投资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找投资，然后剧本其实都是现成的，都是现成的。QZ 是谁？芝麻三也没有。我们要拍新的系列，因为像之前的演员，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划，这就很简单啊。你看乡村爱情，你想拍下去其实也很难啊。乡村爱情你想拍下去也很难，因为每个人的规划不一样。你拍了一两部、两三部，你看有很多的第二部的人他就换了。选演员的标准是什么？选演员标准是一是要顺眼，二是要就是会演戏啊，对，会演戏。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要时间充裕啊，这几点，会演戏。其实这里边会演戏和时间充裕，我觉得最重要。你要是长得不太好看吧，也 OK。你看角色，我觉得坏人你就长得丑一点，我觉得都无所谓。主角的话，你就要有主角脸啊，对，都是有这种情况。那你像就是有的人他火了之后，然后人家找到有钱对象了，人家不来拍了，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对吧？这都很正常。不是说我们剧组啊，我是说那个其他的剧组，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延续下去。而且我们拍剧，其实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想就是说做出一些，
成绩嘛，就是可能会说自己的生活的改变和对演员的生活的改变，那我们其实是会很有成就感的啊。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有个人拍了我们的剧，然后嫁入豪门了，走上娱乐圈了，就我们其实想想也是真的非常开心的。就像我现在还有一个成就感是什么？就是当时你们知道那一娜是不是？新摘条、新爱如火的那个，那一娜的商演其实是第一个邀请她出来商演的，其实是我。我邀请她商演之后，她紧接着她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商演。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会有成就感。我其实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想法有了就去做的人。他们就说：“哎，你请那一那干什么？”我说：“我作为一个酒吧是一个那个就是单位，那我就说那我要去做一些事件出来。”对，当时其实是想把这个酒吧一直做下去的。就想着说做个全国连锁 gay bar 那种，但其实后来真的开了第二家店，就会发现，可能想法和现实还是有一点点，实行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我其实就典型的那种敢干的那种，敢想敢干，我是属于这种人。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讲过去的事儿，讲过去的事儿就你们会觉得我在吹牛逼，觉得我在吹牛逼。我经常会在评论区里，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然后你们就说怎么可能？大佬看上他，凭什么看上他？对，很奇怪。今天小飞算是说了。找熊美眉多吗？不多。花的多吗？不多。他跟那一娜是一个价。不是，他比那一娜要便宜。比那一娜要便宜很多。都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吗？什么是真实故事改编的？你说剧吗？还是我自己在直播间讲的事儿呢？舒克他们一起玩，不是一路人。舒克他们喜欢跟年轻人玩。其实我身边接触的人不是年轻人。我说实在的啊，就是没有圈子的高低之分，但是你圈子你的接触的人的那个年龄层不一样啊。我们接触的，我就现在虽然说我接触的都不是说什么那个北京的那些，不是北京的那些的那个什么名媛大佬了，但是其实在深圳我也是主要接触一些30-40岁、40-50岁的这种生活事业比较稳定的这种人啊，所以就是不一样的。你像可能熊美眉和那个舒克他们接触的还是一帮年轻人，然后他们在做自媒体，然后一帮创作能力比较强的，但是我们接触的都是有房有车，然后什么那个生活稳定，然后什么公司
老板什么那个公司就是什么高管什么，就我们接触这种，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接触的人群不太一样啊。酒吧在哪关了？酒吧没开了，对，酒吧没开了。而且就是自己的生活轨迹，其实是跟着你的接触的人，就一下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不是说好坏的不一样，是，你看你接触成熟的人，你就不会有那些就是年轻的人，对，不会有那些年轻人。对，我接触的基本上都是不玩互联网的，就算是玩的，也只是，就是可能玩的比较浅，这我身边没有搞这些，什么互联网的，其实我觉得我很奇怪，你看我又不喜欢熊，但是我身边全是熊，我是搞自媒体的，然后我身边一个做自媒体的都没有，很奇怪的。然后我接触的都是那种，就是说，哎，要不就是公司老板，然后就是什么机关单位，要什么这个那的，就可能是偏这样的人会多一点，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自己的心态可能就跟，可能自己的心态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老派了，老气。看剧的时候见一个爱一个不是什么？看剧的时候一个见一个爱一个，什么不是什么意思？性格比较沉稳，但我也有冲动的点呢。你就像小大夫是年轻派吗？他完全不是，小大夫也是穿衣服老气横秋的。我说你年轻人，你能不能穿点那个花花绿绿的颜色？基本上都是我的花花绿绿的颜色，他穿。我说你就穿这个颜色吧，他穿衣服就是，可能他是在医院工作，那黑白、黑白藏蓝，就这仨颜色，基本上都是。他没有那个白色的衣服都很少啊，简约风，优衣库风，优衣库风。有的时候我说你这裤子比我穿都觉得老气，纯欲风，又到12点了，12点了。你喜欢沉稳白里，我不是沉稳的，我很随性的，因为我没有一个束缚，对，我不是一个，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受束缚的人，就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是一个，反骨的，我是非常反骨的一个人，不喜欢压迫，只要其实很多时候我有几段感情，当然不是说那个就是确定的那种恋爱关系，就是刚接触的时候，有的人真的是我很喜欢的类型，然后长得也好看，然后个性我也喜欢，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有的零就是那些名媛零，有的名媛零很想让自己的对象听他们的。有的名媛领很想让我去听他们的，就是让我变成一个憨厚、疼爱、无条件服从的老公，哪怕我再喜欢我也受不了，我受不了，就是我觉得不舒服就是
你总想跟他掰扯啊，然后你就忍了几天，忍了几天之后，然后你就想着说，哎，还是不合适，然后你特别理性的跟他说，哎，不太合适之类的啊，就这样，没办法，对，就是女王不行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接触了一个肌肉教练，我那个时候接触了一个肌肉教练，也是很喜欢。大家知道我就是喜欢肌肉的肌肉的那种身材嘛。刚开始这个肌肉的这个就是很主动，对我很主动。不想出去。他想直接弄他就好了。这个脚疼。脚疼屁，他压着。到他跟前系就好了。图图喜欢对象向你撒娇吗？喜欢，喜欢。当时那个肌肉男，然后就是特别主动，后来我就发现他，还是感觉不太对劲儿。他其实其他感情里他都是一，跟我在一起，我觉得他是故意在当零，不太喜欢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喜欢的就是零，对，喜欢的就是零。后来就哪怕就是身材很喜欢，也是毅然决然的，就是分手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很佩服我的勇气。我什么勇气？说说咋在一起的，还没听过呢，我都说了860遍了。改天你来，你赶上了，再说。小大夫以前也是一吗？以前也不也是一吗？小大夫以前是一，但是你们看他的性格，你觉得他像个一吗？就是他的个性，他其实很随和的一个人，他就不是那种强势的那种人，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就不会觉得突兀。那有的人他明明跟你在一起他是零，但是你明显感觉到，哎，他这个个性他太强势也好，包括刚硬也好，就是我觉得零都是那种温温柔柔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而且两个人相处的那种感觉是骗不了人的，你一接触你就会觉得说，好像磁场不对，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这样的。你像我跟小大夫虽然说在一起2年了，但是我俩几乎不去聊太深刻的东西，因为聊深刻的东西他是不懂的，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聊一些，比如说，哎，这个，比如说你没有办法跟小大夫聊一些什么文艺电影啊，然后是什么国家的，就是国际关系啊，这些东西他完全是不懂的，你也聊不了啊。更多你能跟他聊的就是说，哎，等会吃什么呀？那边那个等会去逛一逛啊，那个有机会咱们去这儿旅游啊，就是他吃喝玩儿他可上心了，对，就是你要跟他聊深层次的东西，就聊不了。包括我在生活上的有一些不开心呐、或者说就是那种苦恼的时候，也跟他聊不了。对，对，就跟他聊不了，完全聊不了的。对，你对象都霸总，现在也成零了。
霸总也挺好的呀，霸总。其实啊，我说实在的啊，其实如果说对方比我强的话，其实我愿意做零，但是我真的没有碰到一个比我强的人。就是我说的强，不是说单从经济上的强，我是会觉得说各方面你都要，比如说啊，你像那个就是影视圈的大佬那个，他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但是他内心他比较幼稚，我也不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马上都要发生关系了，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就是很喜欢我怎么样，然后那意思他是一，我一寻思，哎呀，啥10的呀？为了好好在一起，那就这无所谓的，对吧？我也寻思了，我说那何必就是在乎10呢？结果自己就安慰自己，或者说那个就是说服自己，等真发生那个要发生的那天。可能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些事儿，让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心智不成熟，或者说这个人让你没有安全感，没有那种就是那叫崇拜，或者说反正就是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不值得你为他去做这种事儿，或者说还是你自己会比较成熟，不要依赖任何人，反正就是说服自己，就是哎不做了，就死活就做不了。我想做一也想做零，但是身份家庭不许我这样，我只能默默关注你们。身份家庭啊，身份家庭不允许你这样。你什么家庭不许啊？是怎么了？啊，有老婆，是这个意思吗，老师？为彼此负责，就是责任，责任这个东西，看你怎么理解，看你怎么理解。我倒是会觉得啊，我倒是会觉得说，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活了40-50岁了，你想选择你想选择的人生，你儿女也长大了，老婆这边你也有足够的弥补。当然，我觉得这弥补是可能定义不一样啊。或许可以，可以选择，这个我觉得不是鼓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大的罪恶感啊。彼此要是真的走不到一起去，那请问一下，那些同性恋结婚损失的时光，谁又来去偿还呢？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随着大六选择会，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如果说人要想自私一点，我觉得也没错啊。特别是如果说你老婆已经对你也没兴趣了，都是一样的啊。可以，有的时候生活不是说一成不变。你像我就是比较反骨的人嘛，所以啊，他对你很好，那没办法了啊。我就是比较反骨的人。直播怎么看？我认为我付出很多，但是，这个具体事情具体分析，蘑菇头
确实啊，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自己付出的没那么多。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感动自己的人，对，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其实不一样啊。蘑菇头，我不知道你具体事情，咱们还是具体分析。就好比就是说，有一个人曾经就跟我说想跟我一起过安安稳稳的日子，不让我再做自媒体了，然后在澳门赌场给我找一份工作，然后他家离澳门赌场又很近，每天他可以就是送我去上班，然后让我跟他在珠海买了房子，让我跟他过小日子，对。因为他在珠海，然后他说他离澳门非常近，然后想让我在就是那个去赌场去工作之类的，可能他在他眼里这是好的工作和生活，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我的眼界已经就是高了，已经宽了，所以那种小日子其实不是我想要的。他就不明白，他就说：“哎呀，做网红有什么好的呀？而且就是，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做网红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而且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网红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名词之类的。他可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执着于做直播、做网红之类的。其实我本质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热爱。”就是我热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做主播，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去改变风格，让别人去了解你。你开直播，你有人听你说话，这在日常的生活里边是很少有工作能去达到的呀。你们能明白吧？就是，你看你们现在任何人的工作，有一个工作会让你唱歌就把钱赚了，有一个工作会让你就是收获到很多聆听者吗？他这个工作其实是一般人可能一般工作达不到的。这个工作真的是因为热爱，真的是因为热爱。我是05年和87年的恋爱，你们摆事儿啊。05年和87年，请问一下你05你能给87什么？就是05年你能给87年什么？你能给什么？我就想问一下，就那个蘑菇头，你刚才说的那个，对啊。想要的东西，你也工作了，所以呢，你能给87年什么？转账礼物啥的，你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随便聊啊，随便聊，摸个头啊，随便聊。你能给你一个月赚多少钱？现在8000左右，在一线城市还是在哪个城市？苏州8000，你们苏州4000块钱能租一个2室1厅吗？一室一厅，4000块钱能在苏州租一个1室1厅，然后生活的很好吗？没那么多，是没那么多是什么？租金没那么多，还是1500到2000就可以了，然后租一个1室1厅，是不是？来，有没有一居室？一居室是什么意思？1室1厅吗？还是一个公寓单间儿？
一室一厅还是一室一厅2000到3000？那你对象一个月能挣多少钱？87年的，87年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他不挣钱吗？他靠你养是吧？你可以连线跟我说啊，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连线跟我说，因为你打字有点慢，聊聊天啊，没事儿，和你分析一下，或者说咱们一起去聊一下，探讨一下，说出来可能你的心里就好一点啊。老师，你要跟我连线是吗？老师，你要跟我连线是吗？等一下，好，我等你。等待。播了多久？播了4、5个小时。拉了吗？没有。尿了吗？尿了。Hello， Hello，你好。你好。我就叫蘑菇头是吧？是的，是的，叫我蘑菇头就行。你对象是做什么的呀？他之前做的好像是做艺术展什么的，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就是老师。是培训机构的老师还是学校的老师？俱乐部的，我是教滑板的。教滑板的。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听到，就是你的描述，我会觉得，你对象是不是生活很有品质的一个人？是。他是不是偏名媛一点啊？啊？偏名媛一点。这个朋友圈确实是很精装。OK 那就是他是资深 gay。是的。那你平时接触 gay 多吗？不多，我平常都在运动。好，那其实这就是差别嘛。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一直都是你在养着他是吗？虽然很不想这样说，但是也不是，他有自己的老本可以啃。就是那不是，那你俩现在同居吗？不同居了。同居了多久呢？1年。1年，这1年其实生活上的大部分费用是你出的。怎么说呢？也不是。也不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在他看来，我给他的，在他的角度里，真的九牛一毛感觉。那你现在你就定义他是不是名媛？就是他呈现的感觉和他的思维是不是名媛？是吧？那你就是驾驭不了他。说白了，无论是从他的认知和他接触的圈子，还有他自己的老本儿，其实你都驾驭不了他。
是的，但是就像你说的自我感动，但是就是还是想怎么说呢，给自己打开一个心结吧。打开心结，其实跟名媛在一起，你就得提高自己，就是快速的提高自己。其实名媛，就是也不是说名媛吧，就比如说你对象，我觉得你对象谁能驾驭得了他？跟他有相同眼界，甚至比他眼界更高，且物质条件基础要比他高的人，能驾驭得了他。你像他这种，我觉得不光是在乎物质生活，也在乎精神层面的东西。以你一个05年的刚出社会没多久的一个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情世故你也不懂，包括圈子里的那种奢靡的生活你也没接触过，所以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俩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共同语言，让我稍微想一下下。就是你俩在一起聊都聊什么呀？吃什么，喝什么。对，其实这就是你俩就一直都没有深入的了解，就像刚才我跟你说，我跟我对象也是一样，就是两个人，精神层面的东西其实没有交合，就是我跟我对象，虽然说我跟我对象感情还可以，但是还是会有问题，就是说我们思想没办法交流。是的，其实我也总会问他，就是有很多事情我该怎么做，他都会就是教我什么的。你是一还是他是一啊？他是一，然后他在教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有没有成就感？有，他喜欢打压我。这不就是我吗？那你其实我觉得那其实他就总说就是你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对，然后又说你怎么那么蠢呢？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嫌弃。我知道的，对，可能这个我知道的。会以这种相处方式为基调，然后去发展啊。其实我跟他分手好像也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你跟他分手有时候啥时候分的呀？也就上个月。上个月。因为什么分手？我看到他和别人聊啥，就是聊一些那种。那聊到什么程度？是别人发照片了吗？都上过了。哎呦，然后就他已经背着你出轨了。是的，但是就是我也总是问别人，你说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跟你说他只是跟别人玩玩而已，对我是真心的，这种话我能信吗？这个你问到我了，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因为我这个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一个30多岁的 gay 管不住自己的身体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小问题他可能对他感情的一个看法和定义，其实跟你们不太一样了就像我身边真的会有一些好看的一些网友，就是你会觉得说他长得很好看，他身材很棒，然后他工作很好，但是他为什么到一个城市他就要去约呢？就是有很多人都不明白，就是就是身材条件各方面都很好，他为什么到一个城市就跟别人发生这种关系呢？他们的思想就说，
他们思想就说，哎，无非就是玩一玩，对，那你的意思说我能相信吗？你可以相信，但是你受不了啊。是的，就是总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吵架，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分的。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声音说，你们年轻人可能就是会比较的思想就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没那么保守开放一点儿。但是我觉得感情里的纯粹感其实还是每一个年龄段都想追求的东西，但是有一些渣男他不会追求。啊，对，其实说他渣吧也还好，因为他对我是挺好的。然后说他不渣吧，他也确实乱搞。对，就看你自己介不介意。你要介意的话，这个没办法在一起。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段关系里你也驾驭不了他，你也没有办法要求他以后再也不去了。是的，就是你明明因为这个更生气，然后因为他的那个花言巧语，你说我对别人也是只是玩玩，然后怎么样的，然后你干生闷气，然后他也不会做任何改变，你就一直妥协。是的，所以就接受不了，所以分手其实是必然的，除非有一天你告诉自己说，哎，我忘不了他，然后我为他努力，然后多年以后他可能落魄了，然后你发达了，然后你去保护他。这种事儿真的发生过吗？发生过，我曾经行，我曾经也爱上过名媛，然后自己成功了以后，再回头看他，想帮他，但是反正你已经看不上他了。看不上他了，真的是。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在他的角度里，就是他跟我说，他可以去做那些事儿，但我绝对不行。他变态，我只能说他变态，他有点儿，而且他说这句话吧，我觉得也不是说特别恶心，但是会觉得很可笑。是的，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也这么跟他说过，他就直接给我来了一句：“谁让你是百姓的？”哎，没办法，没办法。所以我现在感觉纠结的点就在于对错。对错？什么对错？到底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还是因为就是他为什么要去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你们在一起几年了？就1年。1年的时间约，我觉得是他在你身上，我觉得最主要的吧，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说的直白一点好吗？好的，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说爱不爱的问题，那是什么？就是你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他能通过发生关系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他到底想要什么呢？我具体我不认识你对象啊，我也不能了解，但是我自己的分析啊，你看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因为毕竟我不知道那个就是不知道那个整体的事儿，就是我会觉得说你对象对生活要求其实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近几年他又没有工作，然后呢，有一种情况是他对自己的定位有点高了。第二点呢，可能就是说他本身他就是一个
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渴望有一个人能去帮帮他。这个帮可能是在心理上的一些帮助，或者说是在物质上的一个帮助，可能更倾向于物质上的帮助。在你的眼里，可能名媛不需要不缺钱，但是有朝一日他们是名媛的身份，然后能接触一些比较优秀的人，能给他们一些物质帮助和思想的帮助，甚至工作上的一些帮助，甚至心理安慰。他们能找到一个比自己强的人去沟通、去了解、去分析、去相处，他们会得到满足感。那怎么去跟这样的人维系关系呢？可能对方对他感兴趣，感兴趣就发生了一些关系，所以他会跟你说我跟别人都不是动了真感情的。确实，他本意上也不想跟他们发生关系，但是别人想发生关系，他怎么样去维系这个关系？我觉得主要是来源于就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这个物质层面的东西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直白的，就是说我发生关系给你买东西，给你钱花，不是，是他能带我去见识一些，比如说你的对象可能偏艺术类的东西，他可能我跟他认识这个人他是娱乐圈的，或者说广告公司的公关，他有很多的资源，有机会大家可以一起去日本，去国外，去西班牙，去巴黎，去很多这个设计师都想去的地方，去找一些灵感，来满足一下自己内心的需求。你对象可能一个人去，可能有一些物质上的一个匮乏，他可能想找一个人一起去，一起去的这个人给他出了所有的机票、住宿，还带他一起去见识比他更高层面的见识。那那就是在你听完这些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那你觉得对我有动真感情吗？我觉得肯定是有，但是这个不会持续多久。有，但是不多，是吧？刚开始也多，但是不会持续多久，因为它是有，我就说白了，名媛也好，包括搞艺术的人也好，他们是有野心的。他们在你身上可能一开始在某一个阶段里边会觉得很匹配，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们可能因为他们是多变的思维啊，包括生活就是各种各样的变化，可能你就达不到他们的需求点了，甚至他们会觉得说句更直白点的话，名媛接受不了自己对象只有8000块钱的收入，而且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什么机构的一些老师，他们更希望自己对象是什么律师，是什么设计师，是什么娱乐圈的广告策划经纪人是什么媒体公关他们需要的是这些。对，他会觉得跟你的生活重叠度太小了。一开始可能不介意，后来逐渐的就拉开了距离了。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肯定会难受因为我也爱上过名媛，也是像你口中说的那种，就是他明明很一般，但是他要给自己打扮的非常精致，然后去上流，不是上流，他也到不了上流，他就是要打扮的精致，然后去认识一些在他眼里有能力、有资源的人，他逐渐的就是迷失了自己。这类人你是抓不住他的，他就是有野心的。但是他们会有一个周期一个花期，
大概你对象是89年的，是不是？ 87，87年，他已经老了。等他40岁的时候，他会认了，他就一下他就感觉，除非他自己有一些成就了，如果说他持续的就是没有成就的情况下，他就认了，他会慌了。我觉得他这几年他依然是慌的。所以你可以再等他几年，或者说怎么样，你看你自己选择。但是我想让你自己问一下，你到底有多爱他？你看到曾经这样的他，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可以允许名媛，我可以允许我喜欢的名媛乱搞，但是我接受不了我对象乱搞。如果我们跟他是对象的关系的话，他乱搞我管不了他，我甚至会担心他有没有安全措施啊，对方会不会辜负他呀，甚至会想着说要不要去关注他每时每刻的一些消息。但是你对象你知道了这些事儿，你心里就会膈应。是的，是的，完全膈应，谁不膈应？所以分手其实不见得是个坏事儿啊，因为你接受不了，那你就分手，我觉得挺有勇气的。而且年轻人干嘛想那么远呢？因为你才19岁，有种无力感。还好，就是从你的表达和你的说话的思维逻辑，包括你整体的状态来看的话，你是相对比我想象的成熟多的人，就是你的状态其实是比同龄人要高级。谢谢。没有，就是何必因为凡夫俗子一些这样的困扰去让自己停留呢？你应该，你应该去进步。是的，就你应该去进步。19岁，然后再做运动，多健健身，然后护护肤，然后多存点钱，没事儿去旅旅游，开拓一下自己的眼界。多年以后，你也是个名媛，但你这种名媛跟其他人还不一样，你是有品质的，网络博主，你会分享你自己通过你自己挣来的钱去的城市国家拍的美丽的风景，体验新的城市的一些什么高科技的东西，这个比他要强得多。比他强得多，你的人生会比他更好。好的，谢谢老师。不会不会，好，就这样，拜拜。拜拜拜拜，哎。哎呀妈，给我一个老师给我整起来。这你何必呢？对吧？你何必呢？任何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多去经历没有坏处啊。无论说是好的、坏的经历，我觉得都是经历，而且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是经历啊。你经历了之后，你自然而然会有收获。就是那个收获、那个阅历啊，是下个阶段的你的生命里的过客会欣赏你的东西。可能你这个阶段，你过得很落魄，你啥也不是，然后你被欺骗了，你被抛弃了，你被伤害了，你好像
没有能力再站起来了。但是可能因为你这种伤痛给你带来的一些经验，就是告诉你以后不要什么人不要碰，什么事儿你不要管，什么话你不必听。这些东西其实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是成为了你的智慧了，啊。然后那个阶段正好有人发现了你的智慧，他会因为你的伤痛带来的智慧而去喜欢你，而去欣赏你，这就是成长的意义啊，对吧？这就是成长的意义，会越来越好，人会越来越好，除非你自己放弃自己了。我一直在鼓励所有的年轻的小孩要健身，要健身。我把18岁、20岁的同龄的35岁、40岁都谈了。是啊，你像我谈的恋爱，我特别多呀。完了，有人说我乱，有什么呀？你还没有说到，就是单纯的管不住自己。你还没有说到，就是单纯的管不住自己。啊，谁呀？谁管不住自己？你说他对象吗？还是谁呀？钻石一。不是。钻石一，我说实在话，就是我从他的故事里边，我能感觉到，就是他的描述里边，他对象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思想和会规划的一个人。就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他对象明显就是，就是丰富的心理、精神层面很丰富，所以他没有管不住自己。相反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考虑清楚了，他都是想做才去做的。如果一个人会打压别人的话，其实起码他是聪明人，起码他是聪明人。忘了说，他是 S，那他，我就说句实在话，如果说他是 S 的话，他出去跟别人发生关系的话，绝对不是管不住自己。对。如果说他是 S 的话，他出去跟别人发生关系的话，他一定不是管不住自己。他对象的条件，S 是啥意思哦？你刚才从他的言语直接判断出他对象的条件，我惊呆了，好厉害！名媛的生活挺像的啊。在北京生活的 gay，其实因为我是在北京生活的嘛，那我其实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大概知道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大差不差。北京的 gay，没办法，我觉得需要成长，需要伤痛，
要不然你人生多无趣啊！你没有伤痛，你整个人生多无趣。我要没有伤痛的话，我能写这么多歌吗？我要没有这么多黑粉的话，我能想着证明自己吗？就是有些东西其实你的前进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就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如果说我的家庭条件特别好的话，我的家庭条件特别好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努力了，因为我如果说家庭条件好的话，那可能我就会上大学，上大学我可能就是会混日子，混完日子我可能就会啃老，我可能就是会找一个女的，然后明明自己是 gay，然后找个女的，然后就是浑浑噩噩的活着，然后偶尔到那个同性恋圈里，然后偷腥，最后可能离婚了，然后完全在这个圈子里老去。这就是可能我家庭条件好的情况下，如果说我父母是特别就是特别有能力的人，可能我会被他们管得一无是处。但正因为我父母可能没什么能力，所以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所以我非常的独立。那如果说是你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说是我没有这些黑粉的话，我就不会拍那个《跟我回家2》，因为我拍《跟我回家2》就是那个时候我拍完《跟我回家1》，然后所有人都骂我说拍的什么玩意儿啊，这样的也拍完了，就是导演也差劲，什么演员也差劲，演技也差劲，反正就给我们一顿骂。骂完了以后，我就是非常的执拗，我就说我们也没打算拍呀，而且我们拍的是 MV， 所以它没有一个逻辑性，它就是一个画面的东西。所以我就为了证明自己好像有能力，然后我就逼自己拍。那如果说就是我就是没有这么多恋爱经历，没有这么多伤痛的这些经历的话，我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多歌呢？那些伤痛的那些经历就会让你有情绪，然后有想去发泄的那种状态，然后就让你去写这些歌，对吧？那一定是这样的。你要是生活里就是没处过对象，或者说对象很平稳，在一起10年风调雨顺的，可能你就写不出歌来了你没有灵感这个我觉得一切经历也好，包括这些方向的指引我觉得都是挺奇妙的没有什么对错的我记得我15岁辍学了，我15岁辍学以后，我就想那个卡卡在线，那你就去看他，你不用在我这刷屏。你在我这刷屏什么意思？那个熊范范，就是你一直在跟我刷屏是什么意思？你刷屏刷了这么多次，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意思，熊范范，你是想让我跟他连线，还是你想让这帮人去看卡卡？你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我也没有生气，怕你看不到。你让我看见是干什么？你想让我干什么？和他连线也不是他直播，你告诉我干什么？你想让我看见干什么？就说出你的这个最原始的这种想法提醒一下，你提醒我干什么？就是你要告诉我你原始的这种思维，你为什么要提醒我？他直播你提醒我干什么？说一说，我就很好奇很好奇。说不出来是吧？说不出来我就不追究你做什么事儿你们要有一个我想看你们连，那我们不连我们不连我
我们连线干什么呀？我们私底下没有互动，我们连线什么？对吧？啊，然后我继续往下讲啊，继续往下讲。我在那个15岁的时候就像电视剧一样，15岁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班女同学谈恋爱，然后就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以后，我就不上学了嘛，我就跟学校老师对着干，我就不上学了，然后我就出来打工了，我就去那个塑钢门厂，然后去打工了，然后我就打工了2年，然后又去饭店当服务员，打工了2、3年，到我17、18岁的时候，我家里突然就跟我说那个现在那个你也在社会飘荡了2、3年了，也知道不上学的苦了，现在家里还是觉得你要上学，你经历了这些事儿，你也应该知道上学的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你就那个自己去找个技校，然后家里给你出钱，你就上技校吧。那个时候就是中专嘛，就属于中专。完了我就兴高采烈，我就去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开学之前有一些就是中专，他就是会发传单，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个就是一个中专，然后我就看他那个传单，传单上有那个服装设计和音乐就是音乐那个学科，我就想学音乐，我就想学那个服装设计，我就对这2个感兴趣，然后我就拿着传单，我就回家了，我就特别开心，我说我想学音乐，我爸和我妈就是直接就跟我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那都是有钱人学的，你学这玩意儿干啥呀？啊？还学音乐？你知道学音乐1年多少钱吗？整不起，而且那会儿学完了，你说能找着工作吗？你还不如看看这个，挖掘机、塔吊、水电焊、汽修，就让我在这4个专业里选，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我特别生气，这4个专业不是我想学的，而且，那你何必让我自己去找技校呢？你何必让我去找中专呢？对吧？就是他还让我去找中专，结果我找完了以后都不同意，让我有一种特别大的落差感。你这不在忽悠我吗？就在玩我吗？然后我心里就一落千丈。然后我说我想学音乐，我说哪怕就是说我自己勤工俭学，我都想学音乐，不行，就死活就对，死活就不让我学音乐。后来我就一气之下，我就说那我不学音乐我就不上了。然后家里就说那你不上就不上，就这样我跟家里对峙，我跟家里对峙，我对话还是输了。后来因为我输了，所以我非常生气，我就觉得家里人不理解，这样的家庭我不愿意在家待了，所以我就又出去打工了。打完工以后，我攒了一些钱，然后就想着说改变自己的生活，后来也是没攒下什么钱，直到后来我在这个圈子里就有一点点小知名度了，然后就是可能跟这个谈恋爱就去这个城市，然后来就是有一些机遇，有一些攒了一些钱之类的，所以后来我就偶然间去做直播了，然后就直播就赚钱了，就整个我就发展起来了，我就属于，所以整个的就是我的15岁到25岁这区间，这10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10年。这10年最痛苦的点是什么？最痛苦的点是这10年你一直都不甘，然后面对的一些人和事儿都是自己不想接触的，但是没有人能去改变这个现状，父母也不理解你，然后你想想15岁到25岁，你有多大的能力去改变？
对吧？你有多大的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15岁到25岁，就是你没有能力去改变，所以这10年你过得非常非常的难，非常非常不开心。就是每天接触那帮人，就不是你想接触的那个工作。我为什么要去做服务员？就是每天都是，哎，见到那些，那个时候我就有点瞧不起自己的同事们，你知道吧？我就觉得我好像，我上学的时候上学那么好，学习那么好，完了我现在只不过就是落魄了，完了我跟你们做同事之类的，反正那个时候就心比天高，就总觉得说我现在只不过就是过渡一下，你们别想，甚至都不屑跟他们做朋友的那种，就是这样。那10年真的很痛苦，就真的那个生活怎么是你想要的？对，就完全不喜欢。后来自己真的就是自己浑浑噩噩的10年，浑浑噩噩过了10年，10年之后，老天真的是给了你一个机缘，就是直播。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会养成一个直播的习惯，就是它是一个习惯了，而且直播真的是，改变很多，真的我很感谢直播的。虽然说有的时候也直播的有点疲劳，但是你看一直都没有停过直播，跟赚不赚钱没关系。刚才看到一个，感觉到图图很真诚，我一直有什么说什么，就是在我的直播间里，你们几乎听不到谎话。可能有的时候人情世故我会说一下谎话，但是我的经历不会谎话就是我的经历，我就觉得好的坏的我都愿意去分享，而且这就是我呀。我觉得人没有那么好，你就想想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我跟大家说实话，那个时候你赚钱就是赚的少，赚钱就是赚的少。你天天你就是想着，我那个时候每个月，我刚开始工作，15岁我工作，我第一份工作是一个月450，那个是15年05年，我05年的时候一个月450块钱，每天在干什么？每天就是你们知道那种门厂吧，就是门窗厂，就是门窗厂，然后他有订单了，就是门窗是成品的，然后他有订单了，他就需要喷漆。那个时候最流行的颜色是香槟金，几乎所有的订单都是要弄那个香槟金色，所以我们那个厂子里边会买好那个成品的门窗，然后会第一步会把那个门窗放在一个药池子里边，那个药池子会让这个金属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具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把那个门窗就直接放在药池子里边好像泡多久我也忘了，因为太久了，对，泡多久，然后再把那个就是那个门窗再捞起来，捞起来之后用砂纸和那个打磨机去打磨，打磨以后，然后还要用那个小砂纸一起再去打磨，打磨之后可能就是要放在那个喷漆的那个工作间里边，然后就用那个气枪去喷漆。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是450一个月，他那个喷漆师傅是一个月8000，一个月8000。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就是打磨，每天就是搬东西，一个月450。就是那样的生活。
然后我拍芝麻一的时候，有人说那个哎太假了。08年的时候，就是08年的时候，那个工资才80多块钱，又不是民国时期，又不是那个改革开放时期啊，就说太假了。这有的人他但凡说假的人，他都没有一个生活阅历，为什么呢？就为什么我一个月工资80多呢？就是有没有人知道的？直播间里有没有人知道说为什么我第一个月工资才80多块钱？就是芝麻一里边，我第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一个月才80多块钱，有没有人知道？不假，你说为什么不假呀？扣款了，哎，对喽，是扣款了，啊，做错了。什么叫做错了？是扣款了。但凡要是上过班的人都知道，就是你开工资你要压半个月或者压1个月，这个钱是你要压，就是那个年代上班的都知道，就是说你只能发，就是你要扣半个月工资，剩下的才是第一个月你的工资。能明白不？这回你们能明白不？有人说就赚了80多块钱，一个月赚了80多块钱，那怎么可能呢？对，进场的就知道了啊。就是但凡有过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就是你第一个月工资绝对是要扣工资的，不是扣工资，就是压工，我们叫压资就是压工资啊，压工资，压半个月啊。所以就是那些没有阅历的人，他就会觉得哎太假了，一个月80多块钱。你想想他工作了几天，那就开始发工资了，那肯定他是压了一部分的钱。再加上，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但凡去过厂子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就是你发工资，你还要扣那个被褥的钱，因为你来住这边就是公司的宿舍的时候，你是没有被褥的，要不你从家带，要不你就在这个单位里边有那个卖成品的，完了你就扣你的工资，啊，是有这种情况的啊。这个我就没办法细聊，有的人就是说假，那就看不懂啊。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是，我到那个芝麻一的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的时候，然后我一个月工资能赚800块钱，750加上什么满勤50，加什么那个什么各种，就能到850之类的。服务员每天干什么呢？服务员每天就是点菜、收拾桌子，然后传菜啊。那个时候生活其实挺美好的，就是每天就是累得要死啊。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人生的第一个 gay， 我那个时候在那个餐厅里边，因为这个 gay 一直在袒护我，一直都不让我多干活，然后我又是主管的，就是因为我现实当中那个人是主管，那个主管又经常会让我出去偷懒儿啊，所以就经常带我出去，就比如说那个去这个去采购，带着我，然后我就不用干太多的活，那时候可开心了。实习期3000到3500，这啥时候了？这应该是现在这个年代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实习期，就是都是那个就是底薪啊，你要涨工资就涨工资。当时，我在拍《跟我回家》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我作呀，怎么样？不是，拍那个就是那个，芝麻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周美蕾真作，怎么样的啊？店长那么好，怎么不跟他？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就没有代入感嘛。那之前的我其实就还喜欢女孩，我现实当中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喜欢女孩的。然后突然有个男的。
在你面前哭，因为你要知道他是同性恋，然后那个就是你要辞职，你要走掉，然后他就在你面前哭，哭得满脸泪水。当时你不会觉得心疼，也不会心软，也不会感动，你就会觉得说他在哭什么呀？真的你们都不懂，所以就是我一直就是你们在我直播间里说什么爱上直男，我真的忍不了。直男的心里真的觉得很恶心，因为我曾经我就真的不太懂一个 gay 为我哭什么呀？怎么那么恶心呢？怎么那么就是贱，就是廉价，就瘆人？对，就我都觉得瘆人，就是一个 gay 为了你哭，你都会觉得说，哎，他怎么那么恶心啊？那个恶心的点不是说那种就是真的恶心，是他怎么那么爱哭啊？他他怎么像个女的似的？就是那种，就是你不会任何的怜悯之心，没有怜悯之心，也没有这个心软的时候，完全没有。就是你当时你就想离开，哎呀，同性恋，他居然是同性恋，就那种。后来我就真的就辞职了，真的很奇怪啊。所以你们爱上直男，我真的就奉劝大家，别自讨苦吃，没必要啊。同性恋里边也有非常的爷们儿的啊，没必要喜欢直男。那些人根本就不拿你们当个人，特别是有一些直男又那个爱钱啊，你们跟直男在一起几年，你们就养着，骗钱又骗色，可能也不拿你当个人，拿你当发泄工具，看什么呀？我就不懂。不懂啊，咱们就是同性恋，你争点气吧，你别那么，对你别那么所以你从那以后你变成 gay 了是吗？是吗？你变成 gay 了？我小的时候也有一个然后巨比是对，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记忆当中有一个大哥哥对我很好，然后我跟这个大哥哥其实还是有点渊源。当时这个大哥哥算是我家的邻居，我家住在前院，他家住在后院，他家2个男孩，我家也2个男孩，然后这个大哥哥比我哥哥跟我哥哥差不多大，跟我哥哥差不多大。然后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小，然后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了。后来我们上学，我上小学，然后他跟我是同年级，他虽然比我大，但是他跟我是同年级。然后他在 B 班，我是在 A 班，2个老师。后来他就认出我了，他说：“哎，你是不是那个老范家那二小子？”老范家那二小子。我说：“哎，我说你谁呀？”然后他说：“我小的时候还跟你一起玩，你都忘了。”我说：“真不记得了。”然后后来就是我俩在 AB 班嘛，他是那种，我现在想想，他身上都有肌肉的那种，他身上应该是有肌肉的那种，他典型那种肉壮的那种，就是那种那个大孩子，就是比我要个高，比我要壮好多，他就有点体育生的那种感觉，眼睛特别小，姓姜，特别好。然后因为我们是同年级嘛，但是不是同班。然后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就是好
好像是我们班的吧，还是他们班的，反正有一个就特别贱的一个同学，就总欺负我。然后呢，我们一起去那个水，就是小水坑，我们一起去小水坑里去洗澡去。然后那个特别贱的那个同学吧，就是小水坑里边全都是淤泥嘛，然后他就从底下抠淤泥，然后就是扔我啊，扔我，他小水坑里的淤泥呀、就是扔我。然后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打在水面上，有的时候就能扔到我，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就被弄生气了。结果我都已经表现是很生气了，那个贱的那个同学还在扔，结果那个时候就那个姓姜的那个大哥就直接就是跳到他那个旁边，然后就把他摁在水里，就是说都说了你不许弄还弄，然后就给他就是摁到水里边去。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这个贱的这个同学，反正只要他在，他都不敢欺负我。后来就因为其实我亲哥哥都没有这么保护我，然后就觉得他挺保护我的啊。后来就去他家玩，然后见到他弟弟，他弟弟比我年纪小一两岁，我比他小一两岁。然后我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家能搜到那个星空卫视，然后就没事去他家看那个就是电视，然后他家还能看那个《风云雄霸天下》，然后我就在他家看那个《风云雄霸天下》，01年嘛，01年还是零几年，那个时候《风云雄霸天下》就是就是我们的那个普通台是搜不到的，然后我觉得《风云雄霸天下》太好看了，每天都想看，后来也是失去联系了。其实后来我辍学了之后啊，我回过我生长的地方，因为我14岁我就搬离了我生长的地方，后来等我17、18岁的时候，我回过一次我生长的地方，然后曾经还想着说能不能找到他，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搬没搬家，而且同学们我基本上都不认识了，我小学同学我基本上都不记得了，就是我记忆力非常差的，我只知道他叫江春宝，哎，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就是说起来就是特别暖的一个名字，江春宝。我小的时候名字叫范小胖范小胖我的名字叫小胖但是我的本名不是叫小胖，就是我的家人们都叫我小胖，小胖就那种。小的时候，哎，可美好。江春宝，我本名叫范永，永远的永，范永。然后小的时候就是被别人起外号饭桶。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气愤，我这个名字别人管我叫饭桶，因为小孩都愿意起外号嘛，就管我叫饭桶小的时候就小胖子不是，可能是吧，但是我记事起我就不是胖子我记事起我不是胖子，但是可能在家里，我妈说我小的时候很胖就是黑胖，我小的时候是黑胖，那个时候我妈就说那个，因为我小的时候又黑又胖，然后我哥是早产然后就身体就不是特别好，我就又黑又胖的，所以就管我叫小胖，胖就那种那个江春宝，就是多年以后，你知道吗？就是我喜欢的第一个
就是老头儿，也不算是老头儿，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喜欢年轻的嘛。然后我第一个喜欢的这个年纪大的男明星，你们知道是谁吗？是那个林保怡。我第一个喜欢年纪大的男明星就是林保怡。这个林保怡长得又不好看，然后又不是可爱型，又不是我的菜，然后又看着有点像坏人，就我不知道我喜欢他什么，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真正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长得像江春宝。我江春宝就是小眼睛，那个感觉其实有点像。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年轻的时候一个王喜，对，王喜和那个他们都是小眼睛嘛，江春宝。我决定了，我把这个名字写到剧里边多好啊！讲多了，我再讲一个我爱的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啊，也不能说爱，就是我产生那个情愫的直男同学因为都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12、13岁我现在讲起来，我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那个时候在江春宝之前还有一个人。我在2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9岁、10岁的时候，因为我们上学比较晚，我是8岁才上学。我在2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主任是一个中年女人。这个班主任吧，在我的记忆里边，她也不太管事儿。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农村，农村就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贫困家庭的孩子，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国家可能鼓励就是让这些农村就贫困的孩子就是说来上学，所以我们班就突然转来了一个大胖子。这个大胖子，我们那个时候都是8、9岁、10岁、10岁左右，这个大胖子得有14、15了，然后个子又大。我记忆当中，这个大胖子得有14岁，大概得有180斤那种，又胖，然后又凶，就是欺负同学，欺负同学，所有的同学基本上都被他欺负，然后我也被他欺负，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个子很小，我小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更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很胖，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个子很小，然后这个胖子就欺负我，然后就是会就自己就厌学了，就不想去学校了那个时候，然后突然你知道吗？现在讲起来真的像梦一样后来就突然我们班级里又转来一个人，他也是年纪非常大，大概也是14、15、15、16的那种。如果说按照我现在的想法的话，应该那个就是那个新转来那个应该有16了。然后你明显感觉到他就是你现在记忆里边，他明显他是已经在发育了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已经在发育了，而且发育的很好的那种。然后呢，就那个是14岁的14、15岁的这个大胖子，这个是15、16岁的一个也是非常壮的一个人对，我小学的时候我是被欺负的。然后这个新来的这个同学，新转来这个16岁的这个同学，他叫陈辉。这个陈辉转来之后，那个大胖子欺负我的时候，这个陈辉就不让他欺负我，
然后就保护我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胖子就没再出现在学校了。因为自己也可能年纪比较小，当时也没关注，反正这个大胖子就没再出现了，没再出现了。然后就陈辉就像我们班级里的一个，我现在想想就像天使一样啊。这个陈辉就出现在我们班级里，他虽然比我们年纪都大，然后他平时也是特别不爱笑，然后特别冷冷的那种，就有点青春偶像剧的那种，就是忧郁且又壮，然后又不愿意跟小孩说话的那种。然后我们班级里的男生女生都愿意跟他玩。然后最主要的，他还会画画，他会画龙，你知道吗？会画龙，而且画的龙就像那种非常厉害的那种，就是画的龙，你知道龙有多难画，他把那个鳞片什么画都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美术方面的东西，我就特别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啊。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叫陈辉的就跟我走得特别近，然后就好像就在保护我一样。我到现在我都不确定这是不是梦，反正就是这个叫陈辉的就一直在保护我。不是梦，不是梦。然后后来，这个陈辉，他家里离我们学校特别远，他每天上学他要骑那个28的车子。我们小的时候28我们只能掏裆骑，但是陈辉因为他发育的很好，他个子也不高，所以他骑28的车子就像一个成年男人一样，他就能就是嘎呀嘎呀，然后一脚迈过去那种骑法。我们就是掏裆骑，所以就是你们想想，他其实已经发育的很好了，就是他像一个青少年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就是还是少年那种。所以他因为他那个就是骑着车子，我们关系又很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中午放学，他要回家吃饭去，然后我也要回家吃饭，但是我家离学校基本上就是，如果说钻狗洞的话，4分钟就能钻到学校去。如果钻学校的狗洞的话，因为那个时候都有大墙，大墙里边会有那个，就是会有一个土，就是圆拱形的，一个狗洞。学校就为了就是防止大家钻，就把它那个就用土给它弄得比较实了，但是有的同学就把那个土就挖开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就是钻狗洞上学。本来我就想钻狗洞，但是因为学校总会有人查，所以我正常回家的话，我就得从正门绕到后边，然后就是我家，大概走路也要10分钟左右。他放学，他要回家吃饭，然后他就跟我，他说走啊，我带你回去。然后记得那天是刚下完雨，我们那边都是土地，然后下完雨就会有那个水坑，然后他就是那个骑着车，然后我坐在后边，我坐在后边不是骑在后边，我是侧坐在后边，就像甜蜜蜜，你们知道吧？就是那个张曼玉的那个甜蜜蜜，我是侧坐在那个座位上，我不是骑着，我就侧坐在，然后跟他有说有笑的往前走。就是他骑着车，我俩有说有笑的。结果路上就有水坑，他就为了避免水坑，他就绕过水坑，然后他就是骑到了树干，就是树根底下。那个树都是特别多年的老树，那个树根就长出来，它就会有那个特别高的那个树根。他骑车的时候，他就为了避开那个水坑，他骑到那个树干上了，树枝上了。然后紧接着这一颠，我就整个人没抓住，我就整个就是因为我侧坐着，直接就仰过去了，
就从车座子就仰到，就张到地上去了，地上正好是有一个水坑，然后我就像慢动作一样，我就是慢慢的进入水坑，然后等我就是我真的能感觉到那个慢动作，就从座位上一直到水坑的距离，然后我就一身全湿了，然后他就在那块捞我，我还被淹了，你就哪怕一个小水坑我都被淹了，然后他就捞我，边捞我，然后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完了我还觉得挺好笑的，然后我一直在那笑，我说没事没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那个夏天也不冷，结果然后他就载着我回家，没多远嘛，到家以后我妈还有我哥我姐都在家，然后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吃饭包，我们东北大饭包，然后就到家了，然后我就开始洗脸换洗衣服，然后他全程跟着我，就跟我妈道歉说阿姨不我不是故意的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没事儿，我妈也说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就是他还要回家吃饭，然后我妈就说你要不要在这儿吃啊，他就不在这儿吃，然后他就觉得我没啥事儿，然后他就回家吃饭去了。后来的生活我就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再后来，就到了我记忆当中，就马上就到了那个就是什么节日，我忘了是运动节还是元旦节，反正就是家里要给钱，那个时候就是学校一有活动，还是元旦，应该是元旦，要组织联欢晚会，然后我们把那个就是桌子绕了一圈儿，然后中间有人表演，然后老师用班费买了瓜子儿，买了花生，买了橘子，然后我们每个同学要自己带一些零用钱去，就是去买那个辣片儿啊，或者说那个膨化食品啊，就之类的。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家三个孩子，正常是每个人给5块钱。我记得好像是正常是给5块钱，那3个孩子就15块钱了，那其实很高的。然后出门之前我就说我说陈辉肯定没有钱，因为陈辉家里是特别困难的，他爸爸妈妈好像过世了，然后他只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他平时他都不跟我们一起吃东西的，因为他没有钱嘛。我就知道就是今天联欢会儿，然后每个人都会带好吃的，我说我想给陈辉，就想让他也开心融入进来，然后我就跟家里我说妈我那个给我钱，我今天办联欢会儿，我妈就给了我5块钱吧，我说能不能多给点儿，我就跟我妈，我第一次就是因为我从小我知道我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我说妈你能不能多给我点钱，我妈就给我一顿骂，我妈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就你和你哥俩就总共就多少钱呢，完了我还多给你，家里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反正就给我一顿骂，然后我就接近的就是那种哭腔，我就说妈那个我就多要点钱，我就只有这一次，然后我说我也就是我就边就有点要哭的意思，我就说能不能多给我一点钱。后来我妈也就是边骂我边给了我2块钱，我就带着7块钱我就去学校了。去学校以后，然后我就买吃的嘛，因为在联欢会开始之前，我们就会买吃的。买吃的的时候，其实我要到钱了呀，我带着7块钱，正常我只有5块钱，我带着7块钱，我寻思给他3块钱，或者说就是俩人坐在一起吃之类的，就真的就像电视剧一样，我都要到这个钱了，陈辉没出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出现。你知道小孩子呀，小孩子哎，他没出现，好像就是现在想想我就应该追问他为什么没出现。
我就没追问，因为好像就是联欢会然后开始了，然后就冲淡了这个事儿了，他就没出现，我白要的钱了，我就是硬着头皮要的钱，结果他没花着，然后最让人失落的事儿是他从今以后再也没出现过。然后你都因为你年纪小啊，你都没想去追问这个事儿，结果好像就是到了期末，到了就是可能都到1个月后，就是这10几天后了，你突然问老师说，哎，那个陈辉呢？老师，陈辉怎么没考试啊？老师说他可能不来了。当时我都没有追问说陈辉为什么不来，现在就觉得人生好遗憾。你们能懂那种感觉吗？就是人生一个像一个光一样的一个大哥哥在保护你，在你受欺负的时候，老天安排了一个人来保护你，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有的大同学就是爱欺负你，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比他还大的同学，为你挡住这些东西，然后结果你跟他又关系很好，然后你又硬着头皮给他要钱，然后结果你真的硬着头皮你都要到钱了，他消失了，就像梦一样。但我清晰的我就记住这个人叫陈辉，然后我们还开玩笑，我说就是我们都给他起外号，因为小的时候真的很爱起外号，陈辉为什么不叫灰尘？啊，那个时候就觉得灰尘好好笑，也不知道笑的点是什么，但是现在想想，陈辉这个名真的好有艺术感，你们不觉得吗？陈辉这个名字真的好有艺术感，啊，一个陈辉，一个江城宝，哎，好遗憾。我现在我就有的时候我在幻想啊，他姓陈，啊，他姓陈，耳刀，啊，耳刀，尔东陈啊，我现在就是陈辉，我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就好像梦一样，就是陈辉再也没出现过，也没有任何人的消息。但江春宝，因为我们我觉得他家应该还在我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好像后来我也打听了，他好像结婚了，他做那个电焊工呢。然后我就幻想过他现在的生活，我估计他每天就做电焊工，然后打零工，然后每天身上有嘛花的那种，然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大直男。我还想着说，如果自己混好了，就是去找他喝酒之类的，但我没有这个勇气，因为我觉得我是同性恋这个事儿，应该在同学圈应该已经传遍了啊，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看，但是确实，我真的想，因为陈辉就是个遗憾，江城宝我很想去见见他，然后给他买点东西，对，想给他买点东西，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帮过，有朝一日吧，也希望那个时候，因为你们可能就觉得说，人生有好多的可能性，但是，我说句特别残忍的现实，我们这辈儿啊，我们才30多岁，我们这辈儿同龄人已经开始有死的了，就是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是可能60多岁、50多岁可能有身体疾病死了，但是你知道我们周围的同学呀、朋友啊，30多岁就有过世的了，就可能见都见不着了，就是好遗憾，人生好遗憾。我为什么会说这些？今天是什么触动了我这个
敏感的内心啊，而且直播间里一片祥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说话，就是好像自己喝多了似的啊，好像自己喝多了一样。陈辉，江春宝，对，因为太多年了，你想想，就是自己10岁的，你这等于25年前了啊，10岁左右的事儿，就是25年前，25年前你没有办法想象25年前的事儿，除非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你才会能记住他。25年前真的。就很重要的一个人才会记他这么久啊。对呀，我10年前，我10年前的事儿，我真不记得了啊，真的不记得了。其实我可以喝点酒哎，我真的好久没喝酒了，今天状态来了，我可以喝点酒哎。酒呢？啊，酒在这儿。反正明天也没啥事儿，小大夫也能开车了。喝一瓶。直播不能喝酒，我不对着喝，这个酒，这个酒瓶子很好看，是不是？但是还好吧，因为我这个买了很久了，然后一般都是那个 VIP 顾客我会送一瓶。这个酒也不是什么贵的酒，山东产的，5年半半甜型啊，这个是甜的，看看有没有不甜的。就葡萄酒甜可喝不了，这还有一个不甜，看这个甜不甜？陆酒，什么河南产，都有灰了，你看放，尝尝这个，不行，这个没有那个海马刀啊，算了，就喝这个吧。这都有沉淀物。我真的很久很久没喝酒了，我得有1个月没喝酒了。然后其实我这段时间我不敢喝酒，你知道吗？我一点我都不敢喝酒，为什么？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跟小大夫经历的事儿比较多，我很怕就是我喝多了会有那个就是想跟他吵架之类的，所以我一直不喝酒。今天可以喝一点点，因为对可以喝，但是我不对着镜头喝啊，我不对镜头喝，就是不会，你们放心，这段时间就是今天不是因为那个心情不好喝，是觉得就是因为明天没啥事儿，主要我喝到3点半啊，喝到3点半，因为明天要去深圳，但是去深圳也是下午去啊，没事儿的，也不用杯子了啊。不会，一瓶红酒对我是个屁呀！我最高记录是喝了10瓶，8、9瓶吧，7、8瓶吧，
七八瓶吧，我喝了8、9瓶、7、8瓶，最高记录啊。红酒很难醉的，那不是，红酒很容易醉的，但是你们记住了啊，每个人其实喝酒他不一定你会更适合什么酒，你要多喝一点，然后你才知道说哪个酒你喝不醉，有的酒你可能一喝就醉。你像我喝啤酒绝对醉，我喝啤酒的量就非常的不行，我喝啤酒大概是3、4瓶就难受了，我2瓶基本上晕了，3、4瓶就难受了，是这样的。但是你看我要喝那个什么什么洋酒之类的，我喝1瓶虽然说多了，但我不难受啊，不一样的。哎，不错，有点小吃就好了。红酒不错，红酒不错啊。小大夫，不叫他了，比那个洋酒好喝啊。洋酒不好喝，但是不遭罪啊。你们要知道洋酒这个东西，它就你们要知道啤酒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对就是酒的理解。虽然说我其实喝酒很一般，但是你知道啤酒这个东西啊，喝多了胀肚子难受，而且是越喝越难受。但你要说洋酒和白酒，逐渐的我就爱喝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白酒和洋酒是一开始喝着难受，后边越喝越顺，然后就敞开了，喝多了也不会难受啊。就是它其实逐渐的你会喜欢，就是说那些比较没有那么好入口的东西。你像我们就是一开始接触红酒，就觉得红酒也是非常难喝，直到我们接触了那种半甜红酒，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像，就是里边加了就是那个甜味儿的那种红酒，你会发现甜味儿的红酒真的很难受，真的很难受。你还不如说就是喝那种就是普通的那种没有甜味儿的酒。而且就是酒这个东西，有的酒为什么它涩？你多放一会儿它就好很多啊，特别是红酒，你不要着急去喝这个红酒。你红酒这个东西，你要着急喝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口感上的问题。你多放一会儿，特别是让它就是跟这个温度，跟那个这个室内的温度去融合。红酒你很少就见喝那种就是纯冰的那种，没有，也没有掺的那种，但最好的是那种就是又有一点冰，然后又有一点跟那个空气里的温度就是相柔和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我这个红酒其实就是比较甜，你看它有葡萄汁儿，有什么硫酸钾，就是焦亚硫酸钾、山梨酸钾，好像山梨酸钾就感觉就是继续跟大家聊遗憾啊，聊遗憾。今天咱们索性就聊遗憾啊，就聊遗憾。刚才小薇不是爆料了我一个事儿吗？小薇不是爆料我一个事儿吗？其实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小薇不是爆料我什么同时接触3个人吗？怎么样的啊？这个事儿其实
也很多人也听过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同时接触了，什么什么3个啊。其实主要的是其实是2个啊，这2个他俩是对象关系。就是我第一任的时候，我25岁，我第一任，然后24岁。25岁，我25岁的时候我在天津，然后我跟我第一任分手了。我第一任是个大学生，跟他分手以后吧，我心情特别不好，但是那个时候年轻啊，不好，然后就觉得说一切，那个时候的我呀，相信时来运转，我相信否极泰来啊，我相信就是一切的峰回路转，我都相信。然后我就觉得我跟我对象分开，暂时我会很难受，但是我一定会跟他复合的。那个时候就这种执念，但是持续了将近1个多月，我俩都没复合，而且就很空虚，因为我是为他去的天津，结果我们分手了，我也不知道人生下一步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去那个 Jack D， 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聊天儿，后来我俩就约着见面了，他来我家里边，他就是一个小朋友，说他是小朋友，他的外形很小朋友，就是他的外形1.7米不到，体重是大概150多斤，150斤，可可爱爱的一个8、9年的一个小朋友，他其实比我还大，然后他就来了之后，他就说那个他是来天津去，姑姑家还是姨姨家，来这边串门儿，串亲戚，结果就是在软件上看着我，然后就聊天嘛，就这么的，我俩就认识以后，我正好那个时候在煮面，我那个时候在网上学了葱油拌面，我就做了葱油拌面，然后他也吃了一盘子，我也吃了一盘子。后来他说那个他有一个爱好，他喜欢玩跳舞机，他说那个要不要跟我让我跟他一起去那个跳舞机去玩，然后他说那个一起去，我说我不去，因为我那个时候是 I 人，我特别社恐，我觉得跳舞机那种地方，我首先不会跳，第二点我觉得很奇怪，我不喜欢被别人盯着，我特别社恐那个时候，然后他就自己去了，去完以后他玩完了以后，他大概8、9点钟他就回来了，又来我家了，然后他就在我家住的，在我家住，然后因为我其实还没从分手的情绪里走出来，他就抱着我睡觉，俩人在一被窝里睡觉。睡觉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给我那个，然后我就很舒服嘛，就这样我俩就是折腾了一晚上，他就一直就是歇会儿，然后又开始给我那个歇会儿，给我那个，反正就折腾我一晚上。不得不说他那方面还挺厉害的啊，就挺舒服的。后来就是折腾到天亮啊，大概7、8点钟，然后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他走了之后，然后我就开始玩小卡秀嘛。我就开始玩小卡秀，然后开始玩唱吧，因为人生太无聊了，我就玩这些东西。然后他就那个去关注我的唱吧，他说你能给我唱一首，就是你就不要想起我吗？不是那首歌叫什么？明明你也很爱我，什么就那首歌，那一年就出了。明明你也很爱我，
就这首歌田馥甄的啊，他说你能给我那个翻唱一下吗？对，我说可以啊，然后就给他就是那个录了一首，然后他就一直存着，后来我俩就没有太多消息了，后来好像他就回武汉了，因为他是武汉人，他那个时候在天津不是串门嘛。后来我就开始做直播了，我做直播做了两三个月之后，我就觉得压力就是那个直播竞争压力特别大。后来我就开始写歌，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只是》，我给第一任写了一首歌叫《只是》，然后还特意发给他听。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天津了，也不在武汉了，他那个时候就去了广州。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广州，然后那段时间因为我特别直播压力大，然后再加上开始写歌，一写歌你们知道写歌是什么意思吗？写歌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写歌的状态是什么？我要挖开我自己的伤痛，我要让我自己特别难受，特别思念，然后特别情绪波动的时候，然后我歇斯底里，我能写出一首歌。所以每次写歌，包括那段时间直播，我都有一点点病态，抑郁症啊，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然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说我一定要去那个时候在就是那个去就是那个去哪儿了啊？去那个广州了，我就去广州了。我说我找一个那个稍微热乎一点的地方，就是冬天没有冬天的地方。我去广州叫番禺区，我租了一个城中村里的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很大，那个社区很大。然后我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租了一个工作室，我就在那里边白天直播，晚上写歌，然后睡完觉，然后白天再直播，晚上写歌，就那种。那段时间精神特别不好，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在广州？我说是的。他说我也在广州。我说你在广州干什么？他说他新婚了，他89年的，他新婚了。那一年应该是在16年的时候，他应该28岁，然后他结婚了，他新婚，找一个拉拉，他们为了离开父母的视线，他们选择广州生活。然后他拉拉的老婆的老公在广州，所以他也来广州了。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在这边，我说那要不要见面？然后我就给他发地址，他就来找我了，找我。然后其实我再见到他，其实就没有特别大的感触，但是我还是请他吃了个饭，因为那段时间我只见到一个人，就仿佛见到了一个救星一样，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孤单了，我就请他吃个饭，然后吃完饭，其实整个过程我们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内向，特别哀一个状态，没有说任何一句话。然后我说走吃饭去，吃完饭了，然后我们在那坐着，然后我其实本意上我就说，我这么说的，我说吃好了是吧？天太晚了，要不回去？我就说这么一句话，我说天太晚了，要不早点回去。我其实本意就是说，因为我俩有过一晚上的美好时光，我说能不能咱们就早点回去，然后因为我太寂寞了，不是说发生关系，就是想两个人躺在一起聊聊天之类，聊聊彼此的变化之类的。他可能听到是太晚了，你回家吧。
然后紧接着我买完单，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一脸懵。然后走了之后，我就说，那他可能不想留在这儿呗。后来我就在反思，我说是不是他听错了？然后他走了将近1个多小时，我才反应过来，我说他是不是听错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走了？他说你不是让我走的吗？我说我没让你走，我说那个太晚了，咱们回去休息。他说那我听错了。我说哎呀，我说那好吧。然后他就走了，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从那以后，我们其实一开始还有微信，后来连微信都没有了。我单方面的觉得没有了，其实一直都在，微信里一直都在，只不过就俩人不说话。从16年一直到2021年，16年到21年，又5年了，5年的时间。我因为机缘巧合，我来深圳开酒吧了，开了个 gay 吧。开 gay 吧以后，我没做过生意，而且那个时候我虽然说变开朗了，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开朗，我还是偏 I 人。我又做我一个31岁的网红，小网红，然后开了一家酒吧，我又不懂酒，我又不懂经营，我又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我开的时候很吃力。到开了三个多月的时候，他看见我开酒吧，他说你来深圳了？我说对呀。我说你还有我微信呢？他说是的。我说啊，那有时间来喝酒。他说你在哪儿啊？我说我在那个罗湖区。他说啊，在这边开酒吧是吗？我说是的。我说你有机会要带着人给我捧场。他说那你给我发个地址。紧接着他就打车就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是在2点左右。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是2点左右。他2点多就从那个南山区打车到罗湖。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南山区有多远，后来我才知道，南山区就是打车都得1个多小时，1个小时左右。打车要1个小时，他就来了。我俩约在了我的酒吧旁边的一个烧烤店，我就点了一堆烧烤。再见到他，几乎他没什么改变，还是小正太模样。他虽然说比我大2岁，他还是小正太模样。那年我31岁，他33岁，他还是小正太。我就觉得他5、6年的时间，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改变。我说那个，哎，那个怎么样？最近我俩边吃边聊，他就还是那个腼腆的笑容，唯独有一点变化，因为他总抽烟，他的牙齿变黄了。他就一笑，特别害羞的笑。他说啊，挺好的。我说那你没谈恋爱吗？他说谈了。我说那你对象那个是干什么呢？他说也是金牛座，然后是在那个某个手机品牌里边做设计总监。我说我的天啊，这么厉害。他说还好吧。我说那你男朋友让你半夜出来跟我见面？他说他睡着了。你知道就是这种关系很奇怪。她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5、6年，然后她大半夜的能来我这儿，然后她又说她男朋友这个点睡着了。然后我就很好奇，但是我也没多问嘛。后来我俩吃完饭，我就觉得她有男朋友，也没深留也没留。我说那个今天就是聊了很多嘛，就彼此的这几年的变化。然后我说那你回去吧，路上小秦到了跟我说，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就在手机上跟他说，我说哎，感觉你依然没变化，还是那么可爱之类的。俩人就有一点点小暧昧的寒暄了一下。直到后来
他跟我说，他说，你今天在酒吧吗？我说在呀，我说今天周五周六我肯定在。他说我带人捧场了。我说你跟谁呀？他说我男朋友还有一个朋友，我们仨。有位置吗？帮我留一个。我说有。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生意不是特别好，空的。然后他就来了，然后那天还有篝表演，然后我就见到她男朋友，她男朋友跟她个子差不多高，也是不到1.7米左右，但她男朋友是87年的，而且她男朋友就是跟我一样是属于长得比较成熟的那种，然后她男朋友戴个眼镜，然后长得挺顺眼的，我只能说跟她就是挺配的，他俩就都是那种可爱加顺眼，而且个子又差不多高。然后还有个女孩，那个女孩是她男朋友的下属，所以我们就在喝酒。喝酒的时候，我跟她男朋友就聊得非常的来，因为我跟她男朋友都是金牛座，而且我俩的认知方面的东西其实很搭，而且就是因为他是我的顾客，所以我一切都随着他，就是他说什么我搭什么，他说什么我搭什么，然后我就有点不露山水的恭维啊。然后给她男朋友就聊的就好像相见恨晚一样，她男朋友完全不知道我跟她的关系，所以我这方面觉得很奇怪呀，这种感觉很奇怪呀，这个他怎么跟我聊的这么好？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酒吧生意就是不好，那我就是得去维系，而且她男朋友虽然说第一次消费的没多少，大概是800-900块钱，但是我没想到就把她男朋友交下了。从那以后，她男朋友隔三差五她就带着她男朋友一起来，然后她男朋友就开始点贵的酒了，每次都点2瓶1000的酒，1000多的酒，2瓶大概是2500左右。然后就在这样的微妙的情况下，一来二去，我跟她男朋友还有她男朋友的一帮朋友，我们大概4-5个人，就固定他们每周都会过来消费，然后发展到我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朋友，就很微妙啊，对吧？她男朋友我不知道她男朋友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事情，当时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反正就很微妙，我就成为他们的好朋友了。然后我甚至还去他们家里了，我去他们家里做客，然后我就去了南山，然后我去了她男朋友买的房子，那个房子明显就是不算是豪宅，但是有品质的房子。然后那个她男朋友靠他自己的能力在那儿买了一套房子，在南山啊，南山我到现在我都想我都买不起，她男朋友买得起。然后去他家的时候，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微妙，就是我既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又是我的客户，所以我这个人格外的，就是因为我还比他们年长，所以我的行为在她男朋友眼里就是非常非常的聪明。为什么呢？我去他家的第一天，哪怕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很熟了，我去她男朋友家的第一次，我带着礼物去的。她男朋友是一个公司的高管，所以她自然而然知道这个理性，她知道这个成熟的点，所以她男朋友可能在她男朋友眼里这个是非常加分的。相反，这个小孩和这个小孩的朋友们完全不懂人情世故，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尤其的突出尤其突出。后来几乎都是说周五周六我们要不就去他家聚，要不就去我家聚，或者说去他家聚完去我们店聚，就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后来好像是一个中秋，我就因为那个时候要维系客户，所以我那个时候给一些重要的客户订了月饼的礼盒，我就通知他们，我说这周过来啊，我给你们准备礼盒了。就这样，他们就是来这喝酒。那天我们喝的有点多，然后
喝多了就容易上厕所嘛。那个小朋友就去上厕所了，然后紧接着我也突然来了尿意，我也去上厕所了。厕所在我们酒吧的外面，商场里面的厕所。等我出去的时候，正好碰见他那个小朋友回来，酒精的作用，我就马上他到门口的时候，我说你来，他看我笑嘛，我说你来，酒精的作用，他就来了，我就直接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在我们酒吧门前吻了我的客户的男朋友。这真的是因为酒精，你那么长时间，其实我虽然说还是喜欢他这个类型，但是我也没有想过什么。是因为酒精的作用，我就亲了一下她男朋友，就是他那个小孩也没有拒绝，那个小孩没有拒绝，也在那儿笑。然后等我上完厕所回去，然后我俩就是在人群当中看着彼此在那块就是笑，谁也没发现什么。直到喝完酒以后，他们要回去了，然后大家喝的有点多，特别是她男朋友喝的有点多，然后他们就先往外走了，然后我跟着后边送他们。结果我突然想起来，我说你们礼盒没拿。结果她男朋友就说啊，那个我跟你去取。结果她男朋友那个时候就有点喝多了，啊，喝的不是有点喝多了，喝的很多。她男朋友就跟我去取礼盒，取礼盒的时候，他取完了以后，然后他要走，一个转身，他一个踉跄，他栽到我怀里了，像偶像剧一样，因为他喝多了，她男朋友酒量不如我，喝多了，然后一个踉跄就栽到我怀里了。她男朋友又比我矮将近半头，所以她男朋友就是嘴唇就靠着我的脖子，然后其实这个感觉就挺妙的了。然后但她男朋友就是好像故意抱了一下，然后嘴故意凑近了一下，又亲了一下我脖子，好像说了点什么，我也没听清。然后你们能懂我的点吗？我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我是一个非常细的一个人。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但是呢，我又说服自己，我说，哎，可能他就是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他倒下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好像是有意识的亲的，反正就是在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然后就这种也没当回事儿。会发麻吗？不会。再后来，有一天，她男朋友就是那个小孩是干什么来着？反正来我家了，然后他找了很久到我家，然后浑身出汗了。他是第一次来我家，就是芝麻二的那个家。然后我就给他拿水之类的，然后他就吹风扇，怎么样的，然后他浑身湿透了。我其实挺想，因为家里就我和他，我挺想再续前缘的，但是没好意思。我记得他那天穿着一个白色的 T 恤，然后那个 T 恤全湿透了。但是你知道，就是一个正太啊，汗津津的一个小正太，穿着个白色的一个短 T 的一个小正太，就是这个对我的诱惑力是很大的。汗津津的一个穿着白色 T 恤的小正太，其实我心里其实有点荡漾了，啥也没干，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来着，我都忘了，反正就是来了，来了以后就什么也没干。再后来，就跟他们的平时的相处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然后她男朋友有一次，真正就是之前我都没发现什么，真正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的是什么？就是有一次，好像他们来喝酒，我没陪他们，然后我感冒了，发烧了，好像是，要不就是中耳炎，我就说我陪不了你们，我说我中耳炎，我说我就
不过去陪你们了。就这样，她男朋友第二天的下午跟我说，他说你中耳炎好没好点？好多了。那也不行，那你得去看看去。我说不用，这都老毛病了，你赶紧去看一看。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呢，啊，我开车带你去看。啊，赶紧的，我就在楼下呢，啊，那个宝马车就是我。哦，好。然后我其实知道他开宝马，为什么开宝马？因为他那个时候他那个就是我就听说他买新车，好像是宝马X7还是好像是X7还是X5。然后因为我这人可能就是拿他当客户啊，就他们买新车了，我就送他了一个车上大礼包。车上大礼包就有什么清洗剂啊，什么吸尘器啊，就这种，我就送他了一个大礼包，400多块钱的大礼包。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开什么车嘛。结果他就知道我得中耳炎了，然后就非得就是在我家楼下等我，说要带我去医院看耳朵。然后我就其实觉得挺奇怪的，但是呢，人家在楼下呢，你就得下来，而且大家平时是朋友嘛。平时是朋友，我就下去了。下去了之后，然后我就在那个路口，我就看到他了。看到以后，我就很尴尬的，我就开了车门，我就坐进去了。坐进去以后，我还没坐好呢，还没坐好呢。他这个时候，他手里拿了一个东方树叶，茉莉花东方树叶。这个是熟悉我的人才知道，我不喝饮料，我只喝东方树叶，茉莉花东方树叶。我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最爱喝的就是茉莉花东方树叶啊。然后他就我还没做好呢啊，他直接拿了一瓶，啊，喝吧。然后你知道他还是因为他也是而且我觉得我俩在一起是尴尬的，他又不像别人那种是热了吧，来喝这个，他不是，他是那种就是我没做好，我在那个系安全带，喝吧，啊。然后我俩就没话了，然后他就在那块自言自语，就说他边开车边就是他，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医都是那种就是边开车然后边在那块特别严肃的说，生病了自己不去看病，还得我带你去看，你天天坐酒吧，你不知道你身体不行吗？这点事还用我来操心吗？就说这种话。因为我就不吃霸总这一套，而且我平时我就是我倒没说我是霸总，但是我会觉得很奇怪，他突然说这个东西，我就很尴尬，而且就是觉得很冒犯，我就一点我都不觉得感动。可能作为一个纯零来讲的话，就说，哎，他好 man 啊，好霸道啊，好喜欢的那种。我不是，我会觉得莫名其妙，他干嘛？他是偶像剧看多了嘛，他就这种开着那个车，就是那种。早就让你去看，你不去看，走吧，到了，这种就是全程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边，我就觉得神经病，我就特别不自在。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我还记得是罗湖人民医院3楼，2楼还是3楼还是4楼，反正就是一个拐角的地方。然后就，对，他不知道我是姨啊，他可能也知道，他也无所谓吧，或者说他觉得他能把我拿捏住吧，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不介意这些东西呗。这就去了查了，而且就是顺便查了一下有没有新冠，那个时候还有新冠啊。我说，哎，是不是新冠？他不是啊。后来
看完了以后，然后我们还去看了房子，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在深圳要买房子，然后看了很多的房子，然后他还开车带我去看房子，我俩还看房子去了。看完房子都很晚了，然后好像他就把我送家了，我也忘了，反正就也没什么事儿。再后来，有一天下午，他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没干什么呀。他说，我记得你之前喜欢泡澡，我单位发了一个那个洗浴的那个票，你要不要那个去啊？我这也不去。我说你单位在哪儿？他单位好像也是在南山。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个去呗。完了我就去了，因为是中午我就去了，然后我俩一起吃了个饭。我寻思他给我那个票，然后我就请他吃个饭呗。结果他带我去吃饭去了，然后我俩也是特别尴尬的吃了一个冷锅串串。然后他就把票给我了，然后他带我去那个洗浴的地方。其实他不是洗浴的地方，它是那种就是精品的那种按摩的那种地方。然后但是那个按摩里边包含一个女的给你洗澡，就非常高级。那个票大概值个1000多块钱，1000甚至到2000块钱，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地方。我说啊这么高级，我就说哎这挺那个啥的。完了我洗完澡以后，只洗了将近1个多小时澡啊。洗完澡以后，然后他那个因为他是高管嘛，所以他也不用总坐在办公室里边。然后等我洗完了，然后他下来以后就在那个单位坐着。我说晚上请你吃个饭吧，我说太贵了。然后他说啊行吧，那你再等等我。就这样，我们中午吃饭，然后下午我洗个澡，然后晚上我还要请他吃饭。请他吃饭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吐槽他对象，就是那个小孩儿。他就说我就说哎那个因为他中途他开回家了，不是他中途他那个送我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接了一个电话，那个接电话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快递员说那个快递那个到了，他说那你明天再送吧，家里没人，然后那个快递员就说明天再送，结果他挂了电话，我说那个家里没人，那谁呢？那个小孩子不在家吗？他说在家。我说那怎么家里没人呢？他说他的作息跟我完全颠倒，也就是他白天是睡觉的，所以那个快递他收不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俩完全颠倒，我说那你俩怎么相处啊？他说没办法相处。他就跟我吐槽，他说那个小孩他每天下班6、7点钟下班。然后那个小孩就坐在客厅里打游戏，灯都不开。然后他下班了以后要做饭，做完饭吃完饭以后他睡觉了，然后小孩继续玩游戏，玩到就是他俩不是在一个房间，这也就足以解释了，就是为什么他半夜2点多他能出来，因为他俩不在一个房间，他俩持续这种关系持续很久了，而且就是他连一口热乎饭都做不了。这是她男朋友跟我吐槽的，就说这个小孩儿。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不吭声了。然后后来晚上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那没啥事儿，我说叫着你对象一起来吧。然后他说行吧，就直接在路上就接到那个小孩了。然后那个小孩第一句话问我说你俩怎么在一起啊？然后他就开始撒谎。他就撒了什么谎，反正也不是什么大谎，反正那个小孩就说你俩怎么在一起，我就挺尴尬的。后来仨人吃饭的时候也尴尬，就这样，这是第一次3个人正面交锋。再后来喝多了我喝多了，前天喝多了。就昨天就是那个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然后他们周6过来我酒吧，我就跟他说，我就说
他就说等会儿我们就到了。我说哎呀，我说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你们那个昨天喝多了。我说那个怎么样？他说你喝多了，你怎么又喝多了？你怎么照顾不好自己啊之类的。然后就开始跟我说那些就是又是霸总的那些话。他说你怎么照顾不好自己啊？你又把自己喝多了，你身体能照顾得了吗？完了我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我说那个等会儿我少喝点。我说那个我先叫个外卖。你想吃啥呀？都行。要不我给你叫个椰子鸡吧。我叫个椰子鸡，然后你喝点汤。就这样他就给我叫个椰子鸡。然后这个椰子鸡就到了，然后就在那吃椰子鸡的过程当中，那个小孩突然坐到我旁边。刚吃饭啊？哦，吃椰子鸡呀？啊，昨天喝多了，然后那个喝点汤。怎么就你自己啊？他们在后边呢。啊，好吃吗？啊，还行。我不吃了，那个你们喝什么？我给你先把酒给你上了。对啊，我就特尴尬。然后紧接着他们都来了。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喝酒，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晚上，大概是晚上的11点钟左右，这个小孩给我发消息了。椰子鸡好吃吗？好吃，你没吃过吗？还挺好吃的。喝汤还是挺好喝的。他跟我说了，他喜欢的是你。谁？我都知道了。祝你俩幸福。你俩是不是吵架了？啊？因为什么吵的呀？他都说了他喜欢你，我退出。不是，你俩有什么事好好沟通啊？你在说什么？我不是什么喜欢我。然后我整个人就懵逼了，然后我就给那个她男朋友发消息，我说你俩吵架了。然后我就发了说你俩吵架了，结果他就没回复我。然后我就看那个小孩已经把我拉黑了，就是已经把我删掉了，我已经看不到朋友圈了。然后给这个她男朋友发消息，她男朋友也没回我。第二天5点左右回复我了，我5点还没睡呢。什么？他找你了？不是，你俩吵架了？因为啥吵的呀？也没因为啥，他看我手机了。然后呢？看到我给你点的那个餐的记录。其实是这样，我昨天下班我就觉得想跟他分开了。他就问我为什么，我就说，跟他没有什么感觉了。他就问是不是你，因为他看聊天，他看那个美团的那个记录了。不是，你俩吵架就吵架，关我什么事儿？什么喜欢我之类的？你在说什么？对不起，我没想把你牵扯到里边。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跟你聊一聊。有，你来酒吧找我吧。就这样，晚上的时候他来了，我俩去了一个海鲜大排档，点了几瓶啤酒。
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我真正喜欢的是你男朋友，我说因为你是我的客户，所以我可能格外的有礼貌，我不希望你俩因为我分开。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说我也是一，我说可能会有后面会有感觉，但是就是未来会有感觉，但现在没有，我没想过友情之外的东西。因为当时做的一些事我其实有察觉，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没想到这事儿弄的。你放心，既然你说了，我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我已经决定跟他分手了。这不是因为你，随便。那你今天怎么跟他说的呀？我说今天出差去了。你撒谎来的我这儿。没关系，我以前也经常出差的。就这样，他就撒谎来见的我，然后紧接着去我酒吧了，然后就买酒喝，然后我不知道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就躲避他。后来他喝多了，我也没愿意管他，我就让我的员工把他送到附近的酒店里边，我也没去照顾他。再后来，他可能看了我直播，因为有一天我直播我就在讲这个事儿，他看了直播以后，他知道我真实的想法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过我酒吧，然后跟我的关系就特别特别远。我酒吧因为他在我酒吧充了卡内余额还有几万块钱，1-2万块钱。然后我酒吧在关的时候，我也告诉他，我说酒吧要关了，你要不要过来消，就是把这个卡钱花一花？他说不用了。我觉得他在这段关系里他很受伤，但是听说他俩复合了，他俩在一起又回归了，在一起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我还是因为怎么回事儿。他从之前的单位辞职了，起码我们没见面的这2-3年，他都是在家待着。这是我从后来他的员工那儿听到的，因为，他之前有一个女员工，女的下属，我跟那个女下属我们有微信，我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就聊起她了。然后那个女员工，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女员工就说：“我很好奇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没有喜欢他，哪怕一点点？你觉得你俩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吗？”我跟你说实话啊，他很优秀，对我也挺好的，但在当时那种状态下，我不可能接受。合着他刚分手，又是为了我分手，完了我就跟他在一起，这都不关10的事儿了。他对象是我曾经喜欢的人，
他现在跟他对象分手，想跟我在一起，太狗血了。哪怕就有一天他俩分手了，1年以后再在一起，我觉得我的负罪感也少一点。这成什么了？不是，你就不说这些东西，你就说你喜不喜欢他。喜欢，他很优秀啊，长得也顺眼，可能个性上有一点点相同，型号有一点点相冲，但他确实值得喜欢。但我一直都不是看外表，不是莫名其妙跟别人在一起的人，得慢慢相处。我懂了。我还是希望他好。如果说他是因为我，在家待了这2、3年，我觉得挺可惜的。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他是个设计师，怎么可能在家待着？有时间你帮我劝劝。好，就这样，就我跟这个人的故事就结束了。我跟他现在还有微信，我其实特别想见见他。我觉得3年过去了，2、3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可以聊一聊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儿吧。可能不是因为他有多爱我，是因为金牛座完全接受不了会错意的自己。他可能觉得说自己有点想太多了，特别是他看了我直播之后，他觉得好像自作多情，有点丢人。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是其实他作为朋友来讲的话，很好。我也没图过他什么，跟他做朋友挺好。遗憾，先后顺序不对嘛。那你想想，我说实在的，我要是跟这个人在一起也挺好的呀，人家深圳有房有车，年薪30、40万，又是个设计行业，对我也挺好的，还有责任心，对吧？挺好的。说白了就是咱就是操心命，咱们就是不适合找一个对自己好的人，而适合对别人好。对，对，遗憾啊，怎么不遗憾？就是连朋友都做不了。我确实挺亏欠的，我亏欠的点是，小朋友，我亏欠的不是他，我还是觉得小朋友是我亏欠的，就是因为他俩闹别扭。我现在一个人没有，我现在有对象，我啥时候一个人过？你们别看我长得一般啊，但是可能因为自己的努力啊，特别是在深圳这座城市，因为自己努力，深圳是很看重一个人的努力的，就是你身上的特质，深圳人是在乎的。深圳人可能不太会注重外表，大家深圳的人可能更真实一点。对象是做什么？对象我养着呢，对，对象我养着呢，对象是个小朋友。
遗憾，无非就是这点事儿啊，还是喜欢小朋友，那没办法，什么时候咱们也逃脱不了喜欢小朋友的命运，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没工作，我也没工作。蒙古人我不是。今天不睡觉，睡啊，3点半。我酒吧不关了呀。酒吧关了。我还是很优秀的，哪里优秀啊？你都不了解我，你知道我哪里优秀啊？这么多年，其实错失了好多好的缘分，但是没办法啊，没办法，我就觉得人各有命，我觉得真的是各有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遗憾，遗憾就是那个，遗憾的就是那个影视圈这个大佬的事儿啊。影视圈这个大佬，我们就是通过芝麻认识的。他看了芝麻，然后不是看芝麻，是看芝麻。应该是看芝麻，看芝麻了啊，看芝麻认识我的，然后通过朋友知道我在哪儿直播，然后就直播，就是通过朋友，然后去联系到我说想请我吃个饭，这个影视圈的大佬。然后当时我正好要接深圳的酒吧，我就要离开北京。这个大佬也在北京，我也在北京，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决定了来深圳开酒吧。然后我在深圳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决定回北京去搬家到深圳，我去弄狗，因为我有养一只狗嘛，我就说，去北京把狗运过来。然后这个大佬就知道我这个时候要回北京，然后请我吃了个饭，然后就带着很多的朋友，包括卡卡，包括好多身边的朋友，还有2个索尼音乐的管理人员，然后就去了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餐厅，一个包间儿，一顿饭得2-3万那种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就被安排到主位的旁边那个位置，因为在北京吃饭的话，在北京参加这种聚会的话，最看重的其实就是座位，就像明星在乎的就 C 位一样，就是参加这种饭局，你的座位其实代表了今天你的重要程度。我被安排到了主人旁边的位置，然后我们全程就是在那儿聊天儿，然后这个请我吃饭的这个大佬我也不知道是谁，然后我就说到底是谁呀？然后那个我
我那个朋友说啊，你不认识他吗？他亲你对吧？你不认识？我说真不认识，我没印象。他说你俩应该见过。我说不知道啊。结果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大佬出现了，1米8左右的身高，然后90公斤左右，戴着个眼镜，穿着西装，那个西装就好像高定，然后穿了一身白的西装，没有扎领带，反正就是穿的就是比较的那种英伦范儿吧，就进来了。进来以后，我就说这个我没见过呀。然后今天他就坐我旁边了，然后他戴着眼镜，然后因为冬天，3月份的北京脸，他就是冬天就是脸冻得通红，然后他就跟大家打招呼，然后跟我打招呼说你好百里，你好。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我不看长相的，就是我交朋友我一点我都不看长相，而且就是说他长得还是比较顺眼的那种，他长得有点像那个地久天长的那个男主角，地久天长的那个男主角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地久天长的男主角，他长得有点像王太利。地久天长的男主角叫什么？王景春，他长得有点像王景春，他长得有点像王景春。王景春本来我就看着挺可爱的啊，他长得有点像王景春，而且他们的年龄也差不多，他大概也是40多岁左右。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又有品质，长得又好看，然后他大概就说了一下，说他看我的剧，然后觉得我非常不错，然后就请我吃个饭，然后他顺便把索尼音乐的2位高管叫过来，然后就当着他们的面放了我一首歌，他们就说，他就跟那个索尼音乐说这首歌怎么样，能作为那个剧的就插曲嘛。然后索尼音乐其实就婉拒了，就索尼音乐就婉拒了，因为他放了一首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叫《最后我们也没有在一起》。他说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但是人家索尼音乐的婉拒了，婉拒了之后，我们就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全程就是特别的绅士，特别的高级，我只能说是高级啊。然后呢，吃完饭其实我就喝多了，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在拍芝麻以后，我会觉得一点反响都没有。我那个时候觉得芝麻一点反响都没有。我说的那种反响是什么？就是你人生的反响没有，因为那段时间我是空窗，没谈恋爱，就觉得我以为就是说拍完剧以后，可能自己的情感世界会丰富一点，没有情感。然后这个时候老天给你安排了一个大的，然后喝多了，我就去春 K， 我们一帮人就去春 K 了，北京的春 K 嘛，三里屯春 K。喝酒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然后他全程拉着我，就照顾我，但是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后来我们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酒吧里边，坐在包间里边，就我俩。然后我主动说的，我说你为什么找我？他说喜欢你。我说那咱俩在一起吧。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就这个高管，如果说你有一天你刷到了这个，就是视频内容，如果有一天这个视频的那个片段，让你看见了，
你真的要知道，我人生第一次主动去跟别人说在一起这件事情。我说那咱俩在一起吧。他说可是，哎呀，我有一些情况。我说你有对象吗？他说那倒没有。我说那你有家庭吗？他说是的。我说我不介意。我说我想跟你在一起。就这样，我俩就决定在一起了，是我主动提的。我人生我就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几乎没有，就大大小小的感情里边，几乎没有我主动去说的，而且是见第一面我就说这种话，没有。趁着酒劲儿，我说咱俩在一起吧，然后就说好，这样我俩就在一起了，在一起。紧接着，其实我就从北京飞到深圳了。飞到深圳，其实我俩就是一直都微信联系，但是也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后来就紧接着我就3月25过生日，我是每年的过阳历的生日，3月25，因为我身份证上是3月25，到了3月25。他就刻意从北京带着我的几个好朋友来深圳，给我包了一个小船儿，一个就是小游轮，包了一个船，然后在船上给我过生日。他知道我喜欢喝巴黎之花香槟就带了几瓶香槟，带了点火腿，带了个蛋糕，然后我们就出海了，在海上我们许的生日就是祝福之类的。但是海上风大呀，我就在海上就着凉了，我就感冒了以后，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人，他在来之前他其实就计划好了，因为我刚去深圳，家里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我都计划好了，明天带你去去那个宜家。然后第二天我就发烧了嘛，而且发烧那个时候的发烧很吓人的，那个时候的发烧是疫情期间的发烧，你不敢发烧的，而且你不敢摘口罩的，所以就在发烧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的带我去宜家了。宜家那么多人，还有我就在那种难受和害怕和很怕，就是自己是个传染源，然后让所有宜家的人都中招了。我就不想去，但是也不好意思说，结果我就被他拖着去了，开着车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跟大家形容一下那个时候有多难受，头晕脑胀，再加上自己鼻子不通气，再加上人山人海，再加上自己戴着口罩，那个鼻涕把口罩都糊住了。我整个就是因为鼻涕，我整个人喘不过来气了，只有嘴在喘气，但是我用嘴喘气的话，鼻涕就掉嘴里了。发烧太难受了，然后他就一直在一心一意的在选购那些东西。我说你别选了，我说我头疼，我说咱们走吧。他说哎马上选完了，那个怎么样？然后他就去那个，他说哎买个单就完事了。结果买单的时候一大堆人在那块买单。然后我就喘不过来气了，因为鼻子呼的我太难受了。完了那边还没有纸，然后我就一个口罩，我不能拿口罩去擦鼻涕，我就快步我就从那个宜家出来了，我就开始弄鼻涕。他说你怎么出来了？我没买单。我说不买了，我说走吧，我说我都难受成这样，你看不出来吗？就这样我们就他有点扫兴的就走了，因为我觉得他扫兴的点就是什么呢？他的计划的东西他没有实行，所以他很难受。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想跟我发生关系，我他妈都发烧了，你们能懂吗？我发烧了，他要跟我强制发生关系。然后我就说你别闹了，我说我回家休息了，因为我把他送到酒店去了嘛。我
我说你别闹了，我要回家休息。他喝多了，他就在那耍酒疯，他就堵住门不让我走。我说我发烧了，我没力气啊。我说没力气啊。就这样，我俩就在拉扯了将近20多分钟。后来我就我有点急了。后来他看我急了，就放我走了。走了之后，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吗？因为他第3天他就要回北京了，所以他想着晚上的时候能解决这个事儿。结果没有。然后我回到家里边我就睡觉，然后因为发高烧，浑身肌肉疼，就像被拳打脚踢了一样，完全起不来。然后大概我睡到早上的10点左右，我就听外边咣咣凿我房门，我就知道是他。然后他紧接着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没接。然后就这样，他就一边凿房门一边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起不来给他开这个门，我也不想跟他废话，就真的我病到不行了。然后他就在门口就跟我说，他说我走啦，怎么样？你不见我最后一面吗？我都要走了之类的，你不要跟我吃个饭吗？怎么样？我就没有力气去跟他对话，也没有力气跟他接他电话，也没有力气去起身给他开门。就这样，他再折腾了一会儿，他自己走了，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就跟他提分手了，好像我就跟他提分手了。后来我就说不合适，我说我也是我说实在是不合适，我说我挺喜欢你的，但是确实是不合适。然后他也是，我就是把这个故事也在直播上讲了，然后他听我讲完故事，他就很愧疚，他觉得他对我很愧疚之类的。然后他其实一直有一点点在等我的意思，因为我在北京有很多的朋友，他也认识，所以他就跟我身边的朋友什么都没发生，生病了怎么发生？然后他就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很喜欢百里，然后一到那个我朋友的酒吧里边就点我的歌，因为 KTV 里有我一首歌嘛，只怪我是金牛座，然后把他们那些酒吧老板都给听的就快吐了，然后好像还听着我的歌还挺伤感的，所有人就是北京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快管管他吧，他现在为你着了魔了之类的。就这样，我其实每次听到其实我都很开心的，我就觉得说，可能风水就是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就是我期待，就是有一天我没力气折腾的时候，他能在我身后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中途我也回过北京，我们再见到彼此，他一个从来不喝酒熬夜的人，他居然就陪我到天亮的那种，他全程照顾我。包括我们一起去成都玩，他也是陪着我。然后我在他就是因为生意难做，我在朋友面前大哭，是他在我身边，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他就在我身后。但是后来我听说他谈恋爱了，跟一个上海的人谈恋爱了。再后来他开始跟小薇不清不楚的他后来跟小薇不清不楚的。我觉得你跟别人谈恋爱也就算了，不要跟我身边的人谈。对，然后跟小薇不清不楚的，然后小薇还跟我说，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再后来他其实就那个时候
我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其实影视方面还是更适合我，所以我就有意愿，我就说我想去北电去进修，我想去北京电影学院去进修导演，然后他也跟我提过这事，其实源自于是他跟我提，他说你还是应该回北京进修一下。然后后来我也意识到我自己可能没多大生意方面没有多大的能力，我说那我也打算回北京，然后我就想让他帮我去看看有什么门路，结果一直都他都说行，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实行这个事儿，直到后来他帮我推荐了一下，然后帮我介绍了，就是他告诉我怎么报名之类的，因为他的身份很敏感，所以他不敢真跟我用什么关系去报名，他不敢用关系去报名，他就告诉我说你应该怎么报名，他们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哎，这个怎么样能过，然后包括这个课程都是什么，然后你应该选什么科目之类，反正就是告诉我很多。但是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我还是不知道，所以我就问了招生办的老师，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我报名成功了吗？招生办老师说报名成功了。我说那报名成功之后会不会还是就是报名成功和入学是不是两回事儿？然后招生办老师说是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招生办的老师吧，其实回复的就不太及时，然后我就跟那个影视学院大佬，我就吐槽，我说哎呀，跟他说话也太费劲了，我说那个报名的流程，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啊，他说你跟他说那些干什么？我说我说什么了？你为什么要问他说什么报名成功是不是意味着入学成功？你想知道什么？你为什么要问人那些东西？我说我没想知道什么呀，我说我不知道要不要有其他方面的考试。他说你不是知道要有那个面试这方面，我不告诉你有面试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问呢？你这样很容易把这个事儿搞砸的。然后我一脸懵逼，我说啊，怎么搞砸呀？我说他就是一个报招生办的老师，我问他招生的一些细节，我说我也没问别的呀。百里屠夫，你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太聪明了，你问这些就不对。然后我就懵逼了，我说我到底哪儿不对呀？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说我问这些过分了？但是我没过分呢。一个招生办的老师，这相当于是个服务员，我问他相关的流程而已，我又没有问他说什么内幕什么东西。再一个，咱们也没有内幕啊。反正你就这么问就不对。不是，我一直都不明白我怎么不对。再有，是不是觉得你觉得我不对？是不是你太敏感了？你不要以你的思维去思考我，可以吗？我没有任何的想法。我不说了，等会儿我还开会呢。不是你不说就不说了，我莫名其妙的被你一顿质疑，你不说就不说了。你这个人一直都有这样的毛病，我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你依然就是你特别以自我为中心，你在说什么，你的思维是什么样的，我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怀疑。你为什么就不能听听别人的心里呢？我不说了，等会儿我要开会，以后你少说吧。我少说什么呀？我哪句话说错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哪儿错了，一直的以来都是你觉得我错了，我才错了。这个事情一直我都没有错呀。好了，我不说了。好，以后都别说了。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沟通。白领，你不要上纲上线啊。上纲上线怎么了？你这个人你就不配拥有爱情，你就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好了，不说了，以后咱俩不要联系了。我为你做这些事儿还有错了？别废话了，我不想说了，我不想说了。然后就把他拉黑，他就说神经病，你这个人白眼狼之类的，完了就把我拉黑了，就把我拉黑了。
拉黑了之后，然后我特别生气，你他妈还拉黑我了！我紧接着我就加他，我就回说，我说活该你这个人没爱情，一点都不知道尊重人，我就又回复回去了，就这样我俩就闹掰了。人生多遗憾，多么遗憾！你能说出来有多遗憾吗？就这样，我们从此再也没联系了。然后身边的人知道这个事儿，都说啊，就觉得莫名其妙，就吵架吵得莫名其妙。拉黑了就是你必须得验证他才能就是发消息啊。我就是为了说那句话，然后我去验证他，我就发，我说活该你这个人啊！哎呀，不能对着镜头。人生多遗憾，你们能懂那个点吗？你们能懂那个点吗？现在有谁听不明白的？就是因为他是影视圈的比较厉害的人物，谨小慎微。我们说实在的，我们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不是北京那个北电，我们没有任何的违规的情况，都是按照正规的流程。他可能太小心翼翼了，然后就觉得我做事儿就是做的有点过了之类的。我说哪儿做过了？我真不明白。你要说像人家似的，啊，我通用什么关系？我稳过了，没有。我们正常的报名，正常的参加考试，到最后考试没过，我觉得太正常不过了。为什么会闹到今天这个程度，我都不知道。可能他那段时间他烦心，或者说他这个人就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说啊，他那天不开心，我不知道。就这样，不懂，真的不懂，多奇怪，哎呀。奇怪呀，奇怪，人呐就是奇怪。他也是一，我也是一呀。上北电了吗？没有啊。没上北电，考试没过，因为我们同期的那个考生里边有，你们可以去查啊，同期的里边有那谁，就这一期啊，就这一期的有那个鲍威尔，对。都有关系，对，是，我觉得是的，熊子路我觉得是的，啊，但是我没有做错什么东西啊，对，他可能想动用，但是他跟我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咱们正规流程，正规走，我说行，我也没有，你说我怎么可能说跟一个招生办老师我说我有关系？我怎么跟他说这种？他自始至终，我觉得这个大佬自始至终也没跟我透露出说啊一切报给我，没有，他也不会希望我是一个走后门的人，他希望我一切就是都是真实的，他希望我真的有这个能力，他也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让我就报名的，而且他没有跟我说太多，我自己懵了，因为就招生就是报名的整个流程比较繁琐，你们能懂吗？就是我们报名的北电的那个报名的这个比较繁琐，所以我整不明白，我就问一下招生班老师的一些东西啊，这
没法说，没法说，可能会怀疑。对，我觉得他是这么想的。对，熊子路你分析的很对，我们分析也是这个，也是这种对。但招生办的老师怎么？他当然很敏感，我们都能理解，他肯定会敏感。哎，我觉得晚上直播真的有几个人，你们是聪明的啊，你们真的能听懂，这很难得。我就白天学生比较多啊，然后就听不懂啊，你们还是能听懂的，就是你们分析的能力比较强啊。而且我觉得，一方面是他很敏感，另外一方面他觉得说怕人家知道点什么，或者说，哎，有一些不怎么样的。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觉得我很聪明，他觉得一切我都应该明白，他觉得我是故意的在试探，他怕我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觉得这些如果说走了一些流程的话，我应该都明白的，但实际上我怎么可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啊？这个才是关键的点，你知道，经常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是个人精，因为我在人情世故这一块我其实算是比同龄人要厉害得多。我在社交方面，在酒局的文化方面，我其实就是人精，在他们眼里，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你白里屠夫什么都懂，你做这些事你干什么？我就经常会陷入到这种情境里边，还经常回北京吗？我现在没有什么回北京的了，回北京不得钱吗？我们现在在深圳发展，就是一直在深圳，对，在他的眼里就是我什么都懂啊，但是我其实是有些东西毕竟不懂。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这已经过去了啊，这已经过去了。拍小茉莉的时候啊，这个事儿也可以讲啊，这个事儿其实大家更有共鸣感。其实大家因为这个事儿也可以讨论一些啊。小茉莉里边有一个演员，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前任啊。小茉莉有一个演员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前任，我跟这个好朋友我俩认识，从深圳认识将近2年多了。然后这个好朋友他是一个相当于我的顾客加一个哥哥啊，这个哥哥他就是相对那个就是算是有一点点小成就的这个哥哥啊，他也是我的顾客。然后呢，他俩在分的时候，我其实就一直都是他们的朋友，然后他就会跟我就是跟我们就是说他们分手的细节，然后分手了将近1年左右的时候，我还问我说，还惦记他吗？早就忘了，真的啊。
真的都过去将近1年半了，你说谁还能这早就过去了，而且不太可能了，真的啊，那就好。结果就是他每次见到这个前任吧，因为我开酒吧的，他前任有的时候也来我酒吧，然后他就控制不住。结果每次他控制不住吧，我们作为朋友来讲的话，我们都会就是调侃他说，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早就不想，就早就不想了，就是不可能了。前2天见面，然后也没说话，怎么样，就不可能了。反正他就一直在这个朋友之间开玩笑的时候，他就说早就不可能了之类的。然后直接到2年了，这是2年了，他俩都分手2年了。有一天他带了一个朋友过来，那个朋友可能就是他暧昧对象。我说这个谁呀？他说你懂的。我就说我说你彻底放下了，这还不放下？就这种，这个大哥就说这还不放下？结果2年多了，跟他前任分手了，然后他也带人过来了，然后也给我们介绍了。结果后来我们在拍小茉莉的时候，然后他前任就在朋友圈跟我互动啊。他前任就跟我互动，然后我说，哎，我们在拍戏，要不要来客串？他说可以啊，就这样，我就给他前任安排了个戏份，安排了个戏份。结果拍完，因为他前任的那个前任就是他前任就是一个客串的一个角色，而且那客串的吧，那个角色吧。那个剧情还跟他俩有那么一丢丢像，那个剧情还跟他前任和他的那个剧情有一丢丢像，就是我们那个剧情跟他前任和他的事有一丢丢像。结果这个大哥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在别的酒吧喝酒呢，然后就看到这个预告片了，那个预告片里有那个演员。勃然大怒，从别的酒吧杀到我们酒吧，然后把他所有的酒全砸了，在我酒吧全砸了，纯酒全砸了，全砸了。网上都是骗人的那个人，不是，你们别猜了，就把他在我酒吧里所有的纯酒都砸了，而且就是扬言说。跟我断绝关系之类的，然后就这样，我就挺生气的。我说实在，我挺生气的，但是我会觉得说，过一段时间就好了。结果呢，因为我们身边朋友太多了，就说那个他们就是因为那个大哥嘛，他是大哥，他们就安慰，就是说百里确实不像样啊，怎么样的，就是找谁演不行，找那个什么那个他来演之类的啊，这不明摆着就是挑衅嘛之类的。但是其实那帮朋友跟我说的是，其实也没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吵架的之类的，就是都分手分那么长时间了，反正就是2方都有理。但是呢，身边的朋友就一直就劝和，就是我们就是要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嘛。结果有一天，我就喝了点酒，他们说，哎，那个大哥在旁边酒吧呢。我说那行，我给我拿着酒，我就带着我员工我就过去了。我说我就倒了一杯酒，我说哥，喝杯酒，不鸟我。我说怎么的？我说那个算我错了行吗？不要因为那些事儿，而且我真的没多想。我说你俩都分手将近2年多了，我说我真的觉得我也无数次问过你了，你也说忘记了，我才找他拍戏的，不鸟我。后来我就一气之下我也走了，走了之后，大概我们有1年没联系啊，我们有1年半年没联系。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是要去北京上学了嘛，然后酒吧要关了，就是要去北京上北京电影学院嘛，然后就是考试去了嘛，他就知道我去考试了，然后
可能要不开酒吧了，就传出来这个消息嘛。他知道以后，有一天我跟小大夫在外边充电呢，就是小大夫不有个电车嘛，当时充电的时候，我身边的共同的朋友就说：哎，你在哪儿呢？啊，我在家附近。你说怎么了？大哥突然跟我聊到你，说你也挺不容易的，有点心疼你。啊？那你还不明白吗？大哥只是想见你呗。你要不要见？你要不见就不见，你要见的话，我们当然希望你们见一见。不是，你搞清楚，大哥确定想见我吗？那他说这话肯定是想见你啊！啊，你见不见？你确定？大哥知道你要离开深圳了，想跟你见一面，这还不明显？大哥肯定不会说想见你呀！我们今天可能11点多去你酒吧，他也是很久没去了，那他去为什么呀？那先见见呗，就这样。我们11点多，他叫了很多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可能他觉得尴尬吧。然后我们见到面，真的不夸张的说，我们见到面没有任何的尴尬，就好像好久没说话的人终于可以说话了。然后就聊起就是去北京考试的一些事儿，然后聊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下就感觉，我觉得他还是尴尬的，但是我不尴尬，而且我觉得一点隔阂都没有。从那以后，我们就一下就因为那一次，然后就感觉好很多了。后来他甚至都想说，哎，那个他说，你酒吧确定关了？我说确定关了。我说房租也到期了，我说也不赚钱，我说不开。他说你要不要开啊？我给你投点钱，咱们一起做。后来我也是拒绝了，因为我实在我也不想做了我也不想做了。后来他开了个酒吧，他开了个酒吧。人生真是奇妙啊！他现在是酒吧老板，然后他在开业的时候，我一直在捧场，我也一直在帮他张罗。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互动，这有的时候多奇怪啊！他现在开酒吧，我不是酒吧老板，他是了。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误会，然后误会解除的那一瞬间，你没有任何的感觉相反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暂停键，然后你取消暂停了。疯狂的葡萄，我的直播间不是那个黄色小说啊，你要是想听的话，你建议你去别的直播间啊。对，愤怒是一时的，就是还以为是喝酒，我还以为是喝酒，什么还以为是喝酒？你说我吗？你说我现在吗？那我在喝什么？我没在喝酒，我喝什么？我不能对着镜头说，你知道吗？你去哪儿啊你？我脸红不是因为8+1，我脸红是因为底下有一个电热器，就是踢脚线的那个电暖器啊，电暖器，所以他脸比较红。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好像我很人精，然后就是会
揣测我。有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做了一些事儿，让别人揣测了好多内容。而且这个大哥到现在对我的评价都是说，哎，百里可能就是很聪明啊之类的。但其实我其实就是参加的这种正式的饭局比较多。你就像我不知道你们生活是怎么样，就是我因为我是从北京来的，我在深圳，我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北京的酒桌文化就是要有排位，比如说请客的或者重要的人一定是在主位的。深圳这边不在意，所以我来深圳这边一些机关的一些我也不说机关的，就是一些真正懂酒桌文化的人就会觉得说我跟那帮人完全不一样，就是会觉得我很懂这些吧，就是有见识吧，对吧？都是直播中吗？不，偶尔。我原来当时就是觉得说，百里屠夫怎么可能不懂这些事儿呢？你知道我这个人有一个人是不是有一个人去了？我这人有一点，我不加男朋友的微信，不是我不加朋友的男朋友的微信，我不加朋友的男朋友的微信啊，很少加。几乎不加，特别是朋友带她的男朋友第一次见面的男朋友，我几乎不加，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别人就是我朋友的男朋友，跟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认识我，然后有的人就说，哎，能不能加你那个我男朋友想加你个微信，我说不加，他们就觉得我装，他们就觉得说，哎。加你个微信怎么了？你不给面之类的。其实我不加，反而是减少了很多麻烦，你们就想一想，如果说他俩是刚认识又没有稳定，他如果分手了的话，你是删他微信还是不删他微信？他俩闹掰了，他俩互相在那个争吵的时候，你是管还是不管？他寻求你就比如说你男朋友。她男朋友那个不想分，但是我的朋友想分了，完了她男朋友就是想让我去传达一些话的时候，我是传还是不传？所以我就不加朋友的男朋友的微信，这是一定的。就我觉得事儿太多了，而且万一她男朋友醉翁之意不在酒呢？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朋友的男朋友多多少少都知道我的名字，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尴尬啊，有一点点尴尬，可能也不会说是因为喜欢怎么样，但是就是会觉得别扭，可能他跟我更，哎呀，不说，有点自恋了，但确实是这样，我几乎在很多的饭局上。别人都认识我嘛，然后我就说，哎，那个怎么挺好的，完了我就说那加个微信吧，然后我说，他说行啊，我跟他是一对儿之类的，我说啊那不加了，我有他微信就行了，就这样，就是没办法，你没办法。有没有吃的啊？不一定是喜欢我的人，是认识我的人比较多。疯狂的葡萄你不认识我，只能说你不认识我，有很多人认识我。
所以疯狂的葡萄就是一说话我就知道他不认识我啊，不认识我，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问的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啊。一瓶酒一段故事没有，我这么多段故事，我一瓶我都没喝完。来新疆耍，新疆呀，这个酒13度啊，14度，啊，这个酒14度啊，没想到就14度。这个酒喝3瓶，喝3瓶，估计就不行了。而且这个酒就是葡萄酒啊，13度、14度，这酒喝的不能太急啊，就可以慢慢喝。整点花生米，没有花生米。很久没喝酒了，我很久没喝酒了，今天喝点小酒还挺放松的啊。新疆的夏天，我一直没去过新疆，哎，新疆这葡萄嘛，哈密瓜嘛，但新疆，新疆挺冷的，我记得啊，就是夏天也不热，是不是？夏天不热。上次说分手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没分成。因为我有的时候吧，因为我家的是个小朋友，你不打分手，去弄他，他不听话。小马日常，是小马日常啊。来一趟可以吗？对，我对新疆啊、拉萨呀没有太多的兴趣，我更喜欢的是城市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地广人稀的地方，可能都会有点冷，说多了会当真吧？当真也是正常啊，本来我也想分，分不分其实这个东西就顺其自然啊，因为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儿啊。对，马来西亚很热吧？我的认知里边啊，我又要发表那个就是渣男言论了。我的认知里边，所有的感情都是为了生活做点缀，不要为了感情去丧失自己对生活的热情。而且呢，感情它没有对错啊，哪怕你在一段感情里，可能你有一些就是行为上的一些错误，我觉得别人没有别人就是说可以不原谅你，但是你也别把这个事儿看作太重要。为什么呢？他原不原谅你那是他的自由，因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接受不了。但你做了这种错事呢，你也不必过于负担，因为人活着一辈子，该体验的你可以去体验。而且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内心的充实感。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那种伟大的伟人不是伟人，就是所有伟大的那种就是咱们就说文人墨客，就说那个什么厉害的人物，他们在感情世界里不一定是道德模范。所以感情这些东西吧，随心真实，不要辜负自己，不要因为错误的感情去丧失一些能力啊。还是那句话，感情只是点缀啊。
感情只是点缀，就是你们千万别把感情看得特别重要。一个人如果一辈子的重心是在感情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人，而且就是感情支配了你，那你的人生去哪儿了？你的事业心去哪儿了？你的能力不就丧失了吗？你作为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爱的能力，是你的创新能力、你的学习能力、你的适应能力、你的鉴别能力，这是你的能力。你不要在感情里就是损失太多。真心话，一辈子都是要知道自己想经历什么。我觉得我所有的感情，都是美好的，都是对的。开始它是对的，结束它也是对的。我不会因为过去的事儿，后悔，只会遗憾，但不会后悔。后悔这种事儿，我就不会去做这种事儿。后悔，我觉得所有的后悔都是因为自己，就是有一点点妇人之仁。那你已经做过的事儿，你马后炮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要定居深圳了吗？我只是深圳这边有房子，我不一定定居在这儿，有可能还回深圳，不一定。都没有吃的，你以前就是那样。虽然说我是拍爱情片儿的，但是我其实是劝大家理性看待爱情，就相当于我是做酒吧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少量饮酒啊。现在不做酒吧了，就是大家偶尔的，就是喝点酒可以了，别太那个什么啊。那以前的那些爱情片为什么不放在你的作品里面？那以前那些爱情片为什么不放在你的作品里边？以前呢，为什么不放在你的作品里边？在表达什么？谁能看懂伊索夏语？伊索夏语你在表达什么？谁能解释一下伊索夏语在表达什么？为什么不放在你的作品里面？那以前的那些爱情片为什么不剪辑？什么作品？艺术爱情表达什么？艺术爱情你也喝酒了吗？比如说芝麻你就说抖音呐，伊索夏语啊，伊索夏语。你说抖音是不是啊？我们剪不了，伊索夏语我们剪不了，为什么剪不了呢？因为这种题材我们剪不了，能明白不？这种题材我们剪不了，会被那个限流。这种题材会被限流。平台不支持放这种，特别是我们的有一些流量的这些人，你放了就限流了，
你这账号就可能就会废了。你为什么有些账号它可以放我们的作品呢？然后它也没限流呢？因为他们的粉丝和他们的流量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他们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那我们就不一定了，我们固定的这个粉丝可能就会看见了，就会有一定的对，这回能明白不？所以我们从来不在自己的那个这个社交媒体就放自己的一些东西，放不了。更何况抖音现在审查特别严格，直接就给你屏蔽了。我们之前放过，而且我曾经放过片段，然后我的代价就是什么呢？2年的时间，我的抖音就限流了，我发的所有的视频内容别人都看不见啊，就是都也不是说看不见，就是不推送啊，不推送。这个能明白不？我解释的够清楚不？现在正在经历这种事情的是龙二，龙二可能发了一些宣传的东西，然后结果他限流了1年，现在都快1年了。哎呀，他现在限流了。因为他也那个时候我还跟他说呢，对，我应该跟他说，我说我他妈被限流了将近两三年了，我说还他妈不解封，然后他说啊是吗？我现在也刷不到你的东西，结果他没2天他也被限了。对，他被限流了。他也被限流了，你没办法，你这个东西，他也是做了一些宣传嘛，哎呀，一说到我家龙二啊，我就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小龙龙，小罗勇，看起来很憨厚老实。他是个聪明人，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你们一直在说他是憨厚的人，他其实不是，他是个聪明人。这我只能说，你们天天跟我就是讨论他的话，我比你们要了解他一点，就会打破你们所有对他的认知，对，他不算是憨厚的人，他很聪明。聪明的点，我就跟大家说一点，你知道吗？就是龙二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有一些名气和流量的，但是他可能觉得自己老了，到30多岁的时候，他主动找我，想拍戏，拍完戏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服装品牌做起来了。整个的一个流程啊，他年轻的时候火，然后到他后边他就意识到自己可能过气了或者老了，他能主动找我拍戏，然后一直到现在他把服装品牌做起来，在我眼里这他妈就是聪明。很多的网红自己火了，找个金主，然后没2年被人踹了，直播的时候赚俩钱，然后那个找个金主被踹了，完了就是老去了。龙二这个才叫聪明。而且你们要知道，就是说所有的有钱人都喜欢上进的人，
你们就记住我一句话，就记住我一句话，所有的有钱人都喜欢上进的人，能明白不？不是靠自己，有钱人他喜欢你，一定是有你自身的价值。你要有你的闪光点，你要跟别人不一样。而且有钱人他为什么变得有钱了？因为他足够上进，而且他觉得你像曾经的他，他愿意跟你在一起，他会欣赏这样的你，他会欣赏这样的你，而不是那些就是长得好看，长得好看，过了一段时间人就会腻了。龙二就非常聪明，他成立他的这个服装品牌，咱们别说成绩如何，但凡他做出这个事儿，能让别人看见，这就是聪明啊！这点我就我对龙二永远佩服这一点啊，他永远在我心里，他都不是一个好吃懒惰的人，他都不是一个捞女，他就是一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人，这个比好多人都强，太强啊！这一步走的太对了，所有的网红啊、主播呀，学习吧。哦，太好了。我真的希望多一些像龙二这样的演员，演技好，人品也稳定。这样的人我都遇不到了，这样的演员我都不知道我以后还能不能遇得到。就你不翻车这种事儿啊，你就想想于正也好，包括郭敬明也好，哎呀，真的就是捧红了好多人都翻车了。你的头发是自己染的吗？我的头发不是自己染的，就是你们用一点点思维，就是考虑，就是说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导演加编剧加写歌的，然后我又是创业者，我头发能不老吗？就是啊，我头发能不白吗？我能不老吗？你单纯从一个就是创业者的角度，那肯定会老啊！你谁创业谁不操心啊？然后我又在写歌，我有点那个是拍剧，我有点怎么这那的，那肯定会老啊，太费脑，会操心，就很多的人关系，对，熬夜的原因，年轻的时候的感情经历，不讲，就是感情的经历就不讲了，因为酒快喝完了，太长了，我讲的故事太长了，就是因为，一旦你这个人是你靠你自己努力的生活，一定是不容易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们爸妈在30多岁的时候，你们刚十几岁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你爸妈其实活得一点都不轻松。那个年代的人活得都不轻松。你看你爸妈跟现在的30多岁的人一比，你爸妈绝对是成年人，都是那种比较老的一个状态。但凡你要靠自己，都不会年轻。你没爸，行吧。
就就真的人活着其实挺累的啊，就是不是说那么累，就是我觉得还没有到那种累，但是肯定是不容易的啊，这不是不容易，特别是到了30多岁的人，哎，现在年轻人你知道他们不懂30多岁人有什么苦恼。30多岁，我说实在的，就是30多岁，人生到了一半的时间了。然后你身边的人有孩子、有房、有车，然后有成就。你作为30多岁，你跟他们同龄人，你就会着急。啊，人的房子是多少平的？人的孩子上什么学校？啊，人穿什么？人穿什么那个品牌？孩子穿什么品牌？人的父母啊退休了啊怎么样的？啊，你怎么去照顾你们生病的父母？啊，这些一堆事儿。30多岁就是这些事儿，你等40、50岁的时候，可能还清闲一点，30多岁真的是累呀。啊，30多岁累，我觉得40、50岁，就特别是50岁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轻松一点的啊。当然我也没到50岁，我也不知道，反正我30多岁我就觉得还想再拼一把。30多岁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哎呀，我刚30多，然后我说那个高不成低不就，我想再拼一把，就有这种感觉，就有这种感觉。然后可能就是拼一把，可能还不如不拼呢，有这种可能。哎呀，就需要勇气，需要运气啊，需要好多好多的加持你，你才有这个能力去，哎，对啊，是吧？这点儿，这瓶子挺好看啊，这个饮料挺好的，是不是？你小孩子你没有动力那是正常的，我说实在的，哎，我说实在的，你要是在30多岁，你妈妈需要你养啊，你老婆你对象需要你养，你有什么动力？你没有你有什么理由你没动力啊？你妈妈60岁了，需要你养，对吧？你就有动力了，那怎么可能没动力呢？你没到这个年纪，没有这个压力，啊！我真说实在话，我现在我就去吃饭，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去吃饭，我经常到一个餐厅里边，就那个人看着就是迎面来了一个服务员，那个服务员大概40、50岁，膀大腰圆的，膀大腰圆的一个40、50岁的一个服务员，跟我说：哥几位啊？然后我心里我就颤，我说我已经老到这种程度了吗？就别人管我叫哥了，真的是这样，就是哎呀。我在深圳开酒吧的时候，然后那个深圳的其他的酒吧，因为其他的酒吧都是很多个股东，然后有一个股东看着将40、50岁了，也是40、50岁，因为酒吧之间的那个聚会嘛，然后就那个酒吧老板就说：哎哥，我怎么称呼你？我说你多大呀？81年还是7几年的我忘了，就管我叫哥。管我叫哥，我说，然后，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这里我还是真的是，就是，哎呀，自己可能到了这个阶段了啊，这个阶段了啊，为了生意讲好听没有，他是非常认真的，大家。你知道，就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30多岁，然后哄堂大笑嘛。然后他就一脸懵，他说怎么了？他说那个他们就说这个人91年的，我说我91年的，他们才笑的。他就特别的尴尬，他说哎呦，我就不好意思之类的。他其实是认真的，我真没办法啊！有的人说你
你干嘛就是把自己弄得这么老？那你没办法呀，你自己又是个就是这个个性，你看你又是个 E，然后你家里又没有什么靠山，然后你又性格比较强势，那什么事儿不得就这样吗？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做酒吧，你们能想象做酒吧老板是什么感觉吗？做酒吧老板，我在没做酒吧老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酒吧是鱼龙混杂。我觉得酒吧都是那种特别乱的那种，就乱的那种场合。然后我其实我完全没有混过这种场合。我本身我自己我喝酒我都是去那种就是酒馆的那种啊，就是我从来也不去那个酒吧的那种。我硬着头皮去做呀，然后我就说，酒吧老板应该在干什么？是你真的做酒吧老板了，你会发现酒吧其实不乱，也不乱，但是有些关系吧，你得表现的你非常强大。比如说酒吧里有人闹事儿，你怎么办？啊，你作为老板，你不能就是慌，你也不能激动，你就直接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而且不要报警，对，要控制，不要报警就是你想办法弄呗，把他们赶出去怎么样的啊？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人就是说，哎，那个跟你敬酒，或者说人家是那个大佬，你怎么去应付啊？是有这种情况，那你怎么应付啊？不卑不亢，跟在大佬面前，你不要觉得他是个大佬，你要跟他就是当朋友，这个大佬才能重视你。因为大佬身边不缺乏舔狗大佬人在哪个酒吧人都甩个几万块钱，完了在你这儿你舔他，人为什么要帮你呢？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呢？你要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你拉不下来脸儿了。大佬跟你做朋友以后，大佬就说，今天去你酒吧，咱们喝点普通的，我就不好意思说，哎，能不能喝点贵的？就是在大佬的心里就是说，白里屠夫不差这钱啊，你没有办法好就是说，哎，你真的差这个钱，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就是说像那个对这个普通的酒吧老板一样，对他们就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就是你低就低不下来了来点那个大佬爱喝的，大佬爱喝的。大佬爱喝的，大佬爱喝的是什么呀？我觉得大佬也没有什么爱喝的吧。大佬一般点酒一般都是撑面子吧。真正喝酒呢，喝什么？喝明士啊。洋酒我就觉得明士好喝你像那个什么黑桃 A 什么的，我没有见过喝黑桃 A 的，都是点了就不会喝的那种。大佬喝什么就喝就是我们就是喝明士，1000块钱的酒，1000多，1250，1280，我们是一般1280，对，就是喝这个。那你能喝什么？宣威喝点香槟，也就是这个。完了，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我在拍就是那个芝麻的时候有人在屏幕上说香槟怎么会醉人呢？这才喝了几杯香槟就醉成这样，香槟不醉人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香槟会醉人的。谁告诉你们香槟不会醉人的？就是你们的香槟是什么呀？香槟会醉人，而且醉死人不要秀你们的那个经验了香槟它不是说你喝的汽水香槟会醉人。香槟是
喝起来不烈，但是非常非常醉人的一个酒。而且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酒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酒。如果说你们觉得自己酒量好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长相思。如果你觉得你酒量好的话，你喝一下长相思，3瓶以后你喝一下长相思3瓶以后，我喝2瓶的时候，我给前任打电话，然后完全不记得了。长相思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酒，但是这个酒也是非常非常醉人啊！我是在上海跟那个好妹妹乐队的那个张小厚我们一起喝的这个长相思，大下午的，我们下午的时候在上海，然后我们那个在一个酒屋里边我们喝的长相思，我说哎还不错啊，然后我们喝了2瓶吧，然后就晕了。然后我开酒吧以后，我就身边的人就是喝不惯那个我推荐的那个名士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试试长相思，他们说长相思多少钱？我说那个长相思进货价是100多块钱，我们卖400多块钱。我说那个400多块钱，他说挺便宜的，来2瓶，然后就干长相思，你知道吧？就把那个长相思就是跟那个就像饮料一样干了，因为长相思也是非常好入口。几乎我身边所有的长相思的，就是体验过长相思的人都醉了，而且非常的醉了以后完全没有那个分寸感。我几乎把这个长相思就是推广给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人敢造次啊。大家可以试一试长相思，3瓶啊，你就3瓶的量，你们尝一下长相思，就是超市买就是120多块钱120多块钱，它是类似于一种白葡萄酒长相思3瓶，你们要能挺过3瓶，非常清醒的，然后没什么感觉的，来找我，那你很厉害。凌晨4点多还这么精神，是不是有什么有趣的事儿让你兴奋呢？我失恋了，我失恋了。我失恋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为你难过。失恋的感觉确实很不好受，但是时间会慢慢治愈一切的。想聊聊发生了什么吗？或者有没有什么能让你开心起来的事情？有时候倾诉和寻找快乐的小事都能帮我们度过难关。我男朋友赚的太少了，我跟他分手了。感情里的经济状况确实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2个人是否真心相爱，相互理解和支持。希望你能找到那个在各方面都适合你的人。现在多关注自己，让自己过得更好，未来会更好的。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聊聊别的，分散一下注意力。那你说我们聊点什么？既然提到了美食，那咱们就聊聊你喜欢吃的东西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菜式或是小吃？或者有没有尝试过什么新奇的食物，印象深刻的？分享一下你的美食故事呗。我喜欢吃山竹，因为当时有一个人给我带的山竹，我觉得像大蒜一样，但是山竹很好。山竹的口感确实挺独特的，初尝时可能会有些许不习惯，不过它甜中带酸，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很多吃过几次的人都会爱上它的味道。除了山竹，你还喜欢哪些水果？或者有没有什么水果是你一直想尝试但还没机会吃到的？我们可以聊聊世界各地的特色水果哦。你给我介绍个对象嘛？
哈哈，要是我能帮你介绍对象就好了。不过这种事情还是要靠缘分和你自己去发现的。多参加活动，扩大社交圈，相信你会遇到那个对的人。现在，不如我们聊聊你最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或者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和期待？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吧。我未来我想找个有钱人，然后，再跟3个人同时在一起。每个人对于未来都有自己的憧憬和选择，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并且尊重每一段关系中的他人感受。复杂的感情关系可能带来更多的挑战和责任，确保沟通和诚实是非常关键的。好了，你不懂爱情，你起来吧你。虽然我不能体验爱情，但我希望能给你提供一些。有一吗？当然有啊，生活中总有那些小小的幸福时刻值得我们珍惜，比如完成了一个小目标，和朋友。滚蛋！语言是美好的东西，不要让它成为冰冷。退下。就这样了，喝完咱们就下播，5点。哈哈哈哈哈！刚才有个人在评论区里说我找不了有钱人，我确实，我说实在的啊，我能跟大家交心吗？我能跟大家交心吗？我能跟大家交心吗？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真实的想法，我能跟大家说一下吗？就是，可能我这个发言，可能对于有些人就觉得我假。我一直都不在意别人就是有多少钱，但如果说对方是有钱人的话，我一定会知道他为什么有钱。我喜欢成功的人，就是成功的人，他不给予我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无所谓。我喜欢的是成功的人，他身上的特质，只要他有那些特质，我就会喜欢他。如果说我是一个爱钱的人，我不会跟小大夫在一起，这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在乎别人给予我多少，我在乎的是我喜欢的人，他一定是拿得出手的，有能力的，然后优秀的人。这回你们能明白吗？我一直都觉得别人给我多少钱，或者说别人能给予我的东西，其实我没有权利去要求，而且他给不给予我一些东西，我都会去努力。我更喜欢我自己有能力，但是我期待的就是我的对象一定是优秀的，我能带他见我身边的朋友，我会自豪的去介绍他，他在某些领域上他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人物，我骄傲，我自豪。我在乎的是这一点，我在乎的是这一点。你跟小大夫分手没有啊？小大夫他也很优秀，小大夫优秀的点就是他的性格特别好。小大夫的性格非常好，这就是我俩为什么能在一起，将近2年的时间。我所有的感情里我都没有尝试过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他能跟我在一起2年？因为他的性格特别好。而且我俩是互补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的人说我爹味重，
但你们要知道，他喜欢我的爹味儿。这种爹味儿重的人，你们能懂？爹味儿重的人负责任吧？我觉得起码是负责任。我们负责任，对，我们会有使命感。我承认我爹味儿重啊。我们这种人，我恰好就适合这种小孩子。有朝一日，我如果说就是跟小大夫分开了之类的，我也会告诉大家。但是呢，小大夫，我觉得他应该谈过我之后，他很难去再找到一个，跟我相同的人，因为他可能在我身上他已经看到了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问题了，他就不会找一个相同的人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跟每个人在一起一段时间，都是一种体验，都是一种生活啊。尊重所有的体验，尊重所有的思维思想。就我觉得我跟他分开以后，我也不会再找他这样的人了。我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人，能有那个内心方面的沟通交流的人。但我觉得我跟小大夫最好的一点是什么？我不担心他出轨，他也不担心我出轨。我们对待感情就是我不担心，我也不会出轨。我几乎在所有的感情里边，我都是比较慢热、比较被动的人。一个人在感情里边，他不莫名其妙的，就是快速的进入感情，他就不会莫名其妙的跟别人分开。我这种人慢热。小大夫跟我在一起1年之后，我才真正的喜欢上他，多奇怪呀！你们能相信吗？你们能懂吗？我们在一起1年多，我才真正的爱上他。我之前我都没有，小大夫，我们之前都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可能小大夫对我挺好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都没有觉得说我真正喜欢上他。说真的是1年之后啊，我俩第一次分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他已经就是在我的生活里边成为习惯了。然后，他那么可爱，长得也不错事儿也少，挺好的。对我来讲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这点了啊，这颜色不错啊，这瓶子也不错啊。最后1分钟了，干了。这点不喝了，大家早点休息。这酒喝的挺好，休息吧。明天我还得那个回深圳呢。就算是没了你了我了也啦啦啦啦。盖盖啊，宝贝儿，睡吧，小老头儿，盖一下啊，乖乖的啊。
Monkey，Kiki。啥？我累了，睡觉了。你管我叫什么？叫老公睡觉了。老什么？老公睡觉了。别给我来一套。老公，你的床位我已经给你暖好。你的直播就脱了。他也没照着我。等一下就。你那个床，你起来了放哪？放2楼。放3楼啊。3楼怎么上去呢？啊，2楼吧，放到我妈那屋。你妈那屋也不能。